一个老头骑着自行车突然摔倒。哎呦，我的老腰！大爷，您没事吧？哎呦，撞人了，撞人了！快来人呐！完了，芭比 Q 了！听到老头的哭嚎，人群迅速的围拢过来，窃窃私语：小伙子，没几万块钱，你今天就别想走了。楚凡瞪了瞪碰瓷老头，灵机一动，也顺势倒地哀嚎起来。你这死老头骑自行车撞到我不说，还倒在地上想讹诈我。哎呦，我的腿骨折了，老子练田径的，这辈子算是毁了。哎呦！臭小子，尊老爱幼可是传统，你确定他们会信你的鬼话？到时候警察来了，可就不是几万块能解决的事儿了。管你怎么说，反正老子全身上下就剩7块8，真把老子逼急了，就是蹲大牢，老子也要先打你一顿。再说了，广场上有监控，等叔叔来了，看看究竟是谁进去喝茶。小伙子，要不咱这样，老头子我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迫不得已才跑出来挣点票子，你给我5块买几个馒头吃，这件事就这么算了。老子兜里一共才7块8，你一张口就要5块，诺，拿来赶紧走，别耽误我上班。还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要不你把剩下的2块8也给我，老夫便收你为徒，咱俩双剑合璧。你走不走？不走我报警了。老头吓得推着自行车跑开了，扬起一阵烟尘，真是晦气。这时楚凡发现地上有一抹亮绿色小巧精致的吊坠，眼睛一亮，弯腰捡起。该不会是从刚刚那老头衣服里掉出来的吧？嘿嘿，这下捡了芝麻丢西瓜了吧？报应！楚凡握着吊坠，得意忘形地走向广场隔壁大商场里的朱六福珠宝店。不到1分钟，楚凡垂头丧气从朱六福珠宝店里走了出来，一脸的生无可恋。怎么大的珠宝店居然不收这种没有来历的东西，真是不识货！干脆去种子市场的典当铺问问。楚凡重新振作精神，融入人群，朝着目的地小跑过去。楚凡跑着跑着，总感觉身体有些不对劲，握着那吊坠的手掌中心似乎有一股寒意，顺着自己的肢体钻到了楚凡的头顶，两眼一黑，身体不自觉地倒了下去。楚凡身处一处空间，俯视着脚下的云层，下面是一群对自己顶礼膜拜的芸芸众生。哥哥，你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看看病？楚凡耳边传来一阵焦急的童声，睁开眼发现自己周围都是人，一个6、7岁的小学生正蹲在自己身边。哥哥没事，不用担心。可是妈妈说过，生病了就要去医院。可是去医院就要花钱啊，哥哥没有钱，去不起医院。小朋友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千万别像哥哥一样，在外面晕倒了，却没钱去医院看病。楚凡站起身，和小男孩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融入人群。楚凡边走边回忆，一想到自己在公司每个月领着2000块的实习工资，还要低声下气地面对领导的批评，楚凡便感觉鼻头一酸。哎，不想那么多了，往前看嘛，大家都往前看。先去把这吊坠卖了，换点小钱，犒劳一下自己。他来到一间名为发财当铺的店铺前，楚凡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掌柜的，我要当东西。老掌柜正躺在一张吱呀作响的摇椅上打盹，听到楚凡的吼声，他猛地惊醒，一个鲤鱼打挺从摇椅上弹起。哎呦，这位客人，不知您是要当些什么东西啊？我要典当一块传家吊坠，这可是我们祖传的宝物，代代相传，意义非凡。好宝贝，老夫要先鉴定一下这吊坠的品相。这位贵客，如果这吊坠您诚心要典当的话，我们典当铺愿意出5万块的价钱，不知贵客您意下如何？什么？这玩意儿这么值钱？楚凡眼角余光瞥见掌柜嘴角上扬，他立马收起惊讶，脸上假装不悦，猛地一把从掌柜手中夺过吊坠，重重的哼了一声，转身就走，步子迈得又急又快。贵客别走，贵客别走啊！哎呀呀！掌柜追上楚凡，焦急地抓着他的袖子，脸上汗都下来了。实在不好意思，刚刚老夫似乎看走了眼，能否再让我品鉴品鉴？楚凡挑了挑眉，表面依然不动声色，将吊坠递了过去。掌柜煞有介事地接过吊坠，这次他更夸张了，甚至拿出了一块丝绸铺在桌上，戴上白手套，用各种高科技工具对着吊坠一顿猛敲，嘴里还发出木的声音，整个跟开光一样。这样吧，这条吊坠我们典当铺出10万的价钱收了，等您有钱了，随时可以将其赎回。15万，少了15万，我还不如不当。行，15万就15万。掌柜拿出一份夸张的典当协议，上面写满了古怪的文字和图画。楚凡爽快地签下名字。楚凡接过银行卡，美滋滋地走出了典当铺。哈哈哈哈！那死老头要是发现坠子掉了，怕不是要气炸了？报应，这才是真正的报应啊！就在楚凡沉浸在幻想中时，他的注意力突然被不远处的一群人吸引。种子市场另一头，人头攒动，叫骂声和欢呼声此起彼伏，像是个小型演唱会。哎，那边在干嘛？干脆过去看一眼。人群中央，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正看着面前碎了一地的矿石，捶胸顿足。旁边一个地摊老板
正得意洋洋地数着钱。晦气，运气真背，又浪费老子3000块大洋。嘿嘿，这位客人，前天你在我这儿开出个拇指大的翡翠，嘚死了半天，这2天咋这么拉了？连着好几块石头都没出货，你可真是我的贵人呀！这玩意儿叫什么来着？哦，对，赌石。虽然刚刚嫖了一笔15万的巨款，但捡到那坠子说不定就花光自己几辈子的运气。这要是上前一赌，说不定会全部吐出去。突然，旁边的一个赌石摊位传出一阵更响亮的惊呼声：“快来看啊！这边有人开出个巴掌大的玛瑙！”另一个赌石摊前，一名年轻美丽的女子手中托着一块巴掌大的玛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散发出迷人的光泽。这位美女真是好眼力，好福气啊！美女，现在市场上这玉石不太好卖，不过您是在我的摊位上开出来的，我愿意出2万的价格把它回收过来，不知您意下如何？一旁围观的群众不乐意了：“老吴，你这不地道啊！”是啊，老吴，你这不是欺负人家小姑娘不懂行吗？这么大一块玛瑙拿去加工一下，不得10几万啊？就是，哪有按原石的价格回收的？这位美女，我愿意出3万买下你开出的这块石头。我出4万、5万。不好意思，这块玛瑙我不卖。众人见状，瞬间没了兴致，发出一阵失望的叹息，然后渐渐散开。地摊老板的脸也垮了下来，真是一本万利啊！要不我也来赌一个试试？楚凡双眼冒着金光，死死盯着刚刚开出的巴掌大玛瑙，口水差点流出来。就赌一个，就赌一个！突然，楚凡的表情一僵，双手猛地抱住头，身体晃晃，像是一个信号不好的电视机。等等。楚凡揉了揉太阳穴，眨了眨眼睛，甩了甩头，感觉身体恢复了正常。他再次抬头望向地上的石头，先前那些看起来坑坑洼洼、灰尘仆仆的石头，此时却冒着大小不一的绿光，斑斑点点，光怪陆离。这是怎么一回事？楚凡赶紧揉了揉眼睛，又狠狠地眨了好几下，那些绿光更是被看得一清二楚。这绿光竟是那些石头中藏着的玉石发出的光芒。我这是开透视了，难不成是我先前昏过去的时候得到了这种类似于透视的能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根据科学，根据生物学上的说法，实践出真知。要不试试？楚凡走到赌石摊前，指着那块石头：“老板，这块多少钱？”这块啊，小兄弟，第一次赌石吧，这块就收你3000好了。行，有新人开石了，快来看啊！周围的群众听到喊声，纷纷好奇地围拢过来，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人墙，看得楚凡有点紧张，头上冒汗。老板递过一把榔头，楚凡看着榔头，手有些颤抖，没有接。我第一次赌石，不是很会，有没有老哥愿意帮把手的？围观群众发出各种吐槽，哪有叫别人帮忙开的道理？就是，赌石的乐趣一大半都在这开石上面，哪有将乐子拱手让人的道理？说不定这小兄弟盘算好了，要是没开出来，就赖上那个开石的人呢。人群中走出一个身影，正是之前开出玛瑙的那位气质美女，接过老板手中的榔头：“我来吧，若是什么也没有，可别怪我啊。”那是自然，谢谢美女了。不用客气。美女手持榔头，手法非常熟练，她左敲右击，动作干脆利落，像个老师傅。原石被打开的一瞬间，空气都凝固了，在场所有人皆是瞪大着双眼，满脸的不可置信，连那开石的美女也大感震惊。短暂的震惊后，人群瞬间沸腾，整个市场都炸开了锅。太牛了，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翡翠！快拍下来，发到网上去！这块翡翠怕不是和传说中的和氏璧有对比了？小兄弟，这块翡翠我愿意出50万的价格买下，不知您意下？50万？你骗小孩子呢！这块翡翠至少价值100万！人群彻底陷入疯狂，甚至为了争论翡翠的价格，差点打了起来。楚凡被好几个爱好玉石的大老板拉着，动弹不得。不是吧？我的这透视的能力居然是真的，我真的要发达了！哈哈哈哈！我出200万，希望你能把这块翡翠卖给我。200万？可是我就是想卖，现在似乎也脱不开身啊。要不等大伙儿都冷静些再说。不用，我已经叫人来了，你放心，没有人能阻挠我们的交易。突然，一阵巨大的引擎轰鸣声传来，一辆经过改装的黑色大货车横冲直撞地开了进来，直接停在人群边缘。车身漆黑，上面还印着一个神秘的徽章。先生们、女士们，我们老板已经花200万的价格将这翡翠买下，请立刻离开，不要再骚扰楚老板，否则我们将进行武力驱赶。你说买了就买了，这小兄弟还没发话呢。话音刚落，一个身穿黑色西装、戴着墨镜的壮汉，手中统一握着警棍，气势汹汹地冲向人群。那啥，别激动，都别激动，我确实已经答应把翡翠卖给这位美女了。美女对着楚凡微微一笑，她递给楚凡一张银行卡，楚凡顿时心花怒放。随后他来到医院，推开一间病房的门，里面有几张床位，楚晨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看书。
楚晨抬头看到楚凡，脸上露出一丝惊讶，接着是欣慰的笑容。小凡，你怎么过来？爸，看您说的，我当然是过来看您的了。家里面的事情，我妈刚刚已经和我说了，您放心，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处理好的，您只要安心的在医院里面休养就可以了。旁边床位上的一名病人家属对着楚凡阴阳怪气的说道：“哎呦，这就是楚大哥的儿子了吧？现在在哪儿高就啊？长得这么俊秀，应该是不缺工作吧？”你看你这话说的，这找什么工作和长相有什么关系啊？不会说话就别说，说出来都丢人。大哥，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和你说啊，听说他在他们学校可出名了，不仅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而且家里面破产了之后，还靠着那些喜欢他那张脸蛋的姑娘养着呢。要不然家里面都破产了，哪还能生活得那么潇洒呢？真的吗？这不太可能吧？怎么不可能？我跟你说啊，现在社会就这样，有的人看起来光鲜亮丽的，实际上最脏臭不过了。本来几个人说的还非常的起劲，但是在楚凡的目光下，他们却觉得自己像是小丑一样，这让几个人浑身都不舒服，根本就说不下去。怎么不说了？你们说的挺好的啊！我之前专门买门票去看相声，都没有你们编排的离奇。继续往下说啊，正好我爸现在在这住院没有意思，你们每天这么表演一下，也能够给他当个乐呵。嘿，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把我们当什么了？我把你们当什么不重要，主要是你们把你们自己当什么了。你们愿意在我们面前演猴戏，我们就看着，把你们当猴呗，还能当什么？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你是不是不想在这房间里面待着了？这是公共区域，不是你家，你没有权利不让我们在这里待着。我很好奇，你们到底知不知道造谣是犯法的？你凭什么说我是造谣？我之前并不认识你吧？你怎么知道我的事情的？当然是你同学说的了。之前送你爸过来的，你那个叫李伟的同学，可是把你的情况都和我们说了，还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看你长得白白净净的，一肚子的坏水，果然是那个混蛋。楚凡不再理会那些人，转头看向楚晨。爸，这里环境不好，不适合您休养，我一会儿去和医生协商一下，看看有没有单独病房，您住着也安静一些。哎呦，单独病房啊！果然大家的少爷和我们这种平民就是不一样，不愧是花钱买进大学的少爷，这有钱就是什么事情都能办成啊！你这话怎么说的？我儿子那可是考进去的，当初他的成绩在我们北市那还排在前3名呢。我可是听说了，你家以前可有钱了，谁知道这个前3名是怎么来的？大神，你平时也是用括约肌说话吗？我如何上大学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吗？不过看在你有幸和我爸在一间病房里面住，我就再给你一个忠告好了。高考的公平性并不容许你的污蔑，虽然你应该也不习惯用嘴说话，我还是要告诫你一声，祸从口出，自己倒霉不要紧，别连累了家里面的后代。女人被楚凡的话说得面红耳赤，想反驳却说不出话来。周围的病人和家属也都是一副震惊又气愤的表情，但无一人敢出声。妈，您帮我爸把他的东西收拾一下吧。我今天过来的时候，已经拜托卢老帮我预约了这个医院里面的单人病房。我现在去找一下主治医生，然后办理一下手续，我们就可以直接调换病房了。楚凡健步如飞地在医院走廊里奔跑，办理手续，一切都异常顺利。几分钟后，楚凡带着楚晨和江心如离开原来的病房。在离开之前，楚凡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下，转过身，他伸出手指勾了勾，食指之间2枚造型古朴的脏器若隐若现，散发着微不可察的阴冷之气。2个脏器是楚凡之前逛附近的古玩市场的时候发现的。原本想着利用自身的灵气和轩辕剑意散出来的气息来消化掉脏器上面的阴气，以免以后交易的时候对人有影响。但是现在他却突然改了主意了。既然他们喜欢做这种鬼魅伎俩，那他就帮帮他们。小凡，还站在那里干什么？走了。哎，来了。楚凡刚走了几步，身后病房内忽然冒出一股颜色更深的灰色雾气，弥漫开来。楚凡回头看了一眼，嘴角再次勾起一抹计划通的笑容。楚凡上楼，果然看到李伟带着几个小跟班，正吊儿郎当的在他家门口一副流氓相。哎呦，楚大少回来了，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确实是不小心把你爸绊倒的。不过老头子的身体还挺硬朗的，我还以为摔了这么一下，人直接就归西了呢。说真的，要是你出去躲了这么长时间，回来是给你爸奔丧的，这肯定特别有意思吧？李伟身后的几个人也跟着哄堂大笑。李伟，其实你挺可笑的，知道吗？你在医院里面造谣的那些事情，我其实都已经知道了。不过我已经把我爸转到单人病房里面去了。你看你花费了那么多的精力抹黑我，那又怎么样？我依然可以非常轻松地享受到你永远享受不到的便利。我回到学校，也依然是学校里面学弟学妹们敬佩的对象，而这些是你做梦都梦不到的吧？李伟的脸色瞬间铁青，眼中闪过一丝恼恨和嫉妒。楚凡注意到他的表情，嘴角微微上扬。你看，你的谣言只能够影响到几个人，而且对我的生活毫无影响。你做这么多，我都替你累得慌。你也就在我面前逞英雄了，我看你能张狂几天。你等着，你看你爷爷不弄死你。哦，行啊，我等着。对了，我爷爷已经入土了，你要是想当我爷爷，得先到土里面待几年。李伟被楚凡的话激怒的失去理智，青筋暴起，猛地冲向楚凡，像一头蛮牛
一直跟在李伟身后的几个人眼疾手快地拉住了他，几个人都被李伟的蛮力拖得东倒西歪。李哥，你冷静一下，你别冲动，你别忘了我们这次过来是干什么的。被拉住之后，李伟挣扎了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但他依然对着楚凡放狠话。行，你现在也就嘴上成英雄了吧？我看你还能张狂几天，我等着你无家可归的那天。可叫你知道，我最擅长的就是痛打落水狗了。楚凡看着李伟的背影，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打开自己家门。楚凡回到房间，环顾四周，发现一个搭建好的角落里，一只小巧玲珑、晶莹剔透的小蜘蛛正在那里灵活地爬动着，浑身发出淡淡的绿色光泽，一点也不吓人，反而很可爱。这只风玉蜘蛛是楚凡在偶然的一个机缘下得到的。风玉蜘蛛因为浑身像是风玉一般通透，并不会让人感觉到可怕，而且此时的蜘蛛还小，更是平添了一份可爱。这只墓穴里面的风玉蜘蛛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产生了变异，导致这只小蜘蛛似乎也和正常的蜘蛛不太一样，刚刚出生就比正常的蜘蛛要大上一些，同时似乎也更加的聪明。楚凡直接把这只小蜘蛛拿到了手里面，小蜘蛛乖巧地趴在楚凡的手上，似乎很享受它的触摸。楚凡坐在床上，将小蜘蛛放在自己的大腿上，小蜘蛛立刻兴奋地爬来爬去，甚至还蹭了蹭楚凡的裤子。以前只是想着养一只宠物的，但是现在看来，这只蜘蛛似乎还能做更多的事情。楚凡坐到书桌前，翻阅着一些古旧的泛黄书籍，手指在上面轻点，眼中闪烁着异能的光芒。楚凡抬起头看向窗外，对于他们家最近发生的事情，绝对不是一个李伟就可以做到的。看李伟的样子，背后肯定是有给他撑腰的人，怎么看都是蒋家嫌疑比较大，毕竟他们家破产的时候，蒋家可是没少出力。现在也是到了该还账的时候了。出租车停在别墅区外面，楚凡下车，他来到蒋家别墅不远处的时候，他伸出手指，那只小风玉蜘蛛便从他衣领里悄悄爬出来，晶莹的身体在夜色中闪烁着微光，乖巧地趴在他指尖。他小心翼翼地绕过前门有监控的地方，来到别墅不远处的一堵矮墙边，他摸了摸墙壁，脸上露出了怀念的表情。果然，这些地方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曾经叛逆的时候，可没少从这个地方自己偷偷地跑出去玩。楚凡体内的灵气运行起来，脚尖轻点，如同无视重力一般，无声无息地从矮墙上翻了进去，动作轻盈而流畅。他很轻易地就躲过了院子里面的摄像头，直接带着这只风玉蜘蛛来到了车库里面。蒋云前几天还在朋友圈里面炫耀新买的车子，所以楚凡一下子找到了蒋云的那一辆。楚凡嘴角勾起一抹邪恶的笑容，松开手，小蜘蛛立刻像一道绿色闪电钻进了跑车内部，消失不见。楚凡做完这些，没有丝毫停留，再次潜入夜色。楚晨已经躺在床上，看到楚凡进来，脸上带着一丝担忧。小凡，怎么回来的这么晚？路上没有遇见什么事情吧？没有。看到楚凡没什么问题，楚晨放心地闭上眼睛，很快进入梦乡。楚凡则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闭目养神。半夜，医院里万籁俱寂，突然一阵凄厉的声音划破寂静的夜空，伴随着物体哐当掉地的巨响，瞬间把楚凡父子从睡梦中惊醒。这是怎么了？楚凡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一个了然的笑容。爸，您在病房里面好好休息，我出去看一下出了什么事情了。你看看外面什么情况，能够帮上忙的就伸一把手，但是一切以你的安全为先。爸，您就放心吧。楚凡向着人声嘈杂的地方走去，走廊上已经聚集了不少围观群众，一个个伸长脖子，眼中充满了好奇和八卦。楚凡走到人群外面，对着旁边一位正在看热闹的大娘轻声问道：“这是怎么了？”哎呦，小伙子，你是刚刚过来的吧？大半夜的，他们突然叫唤，说是看见不干净的东西了。大娘指向不远处，几个人正抱头鼠窜，对着虚空拳打脚踢，嘴里发出各种意义不明的惨叫，仿佛真的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他们衣衫不整，头发蓬乱，脸上写满了惊恐。就在楚凡看热闹的时候，几名医院保安终于赶到了。之前那个尖嘴猴腮的男人浑身发抖，眼神惊恐，却还在对着空气挥舞拳头，强撑着面子：“你们别过来，你们别想伤害我，老子的身手好着呢。我告诉你们，你们过来还不一定是谁受伤呢。”先生，你冷静一下，我们是医院里面的安保人员，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们想要带你去看一下医生。楚凡看着这一幕，嘴角微微勾起，眼中带着一丝冷酷，又有一丝看好戏的愉悦。祝你们好运。医院走廊上，几名病人和家属被安保人员强行拖走，他们身上冒着黑气，嘴里发出惨叫。楚凡在走廊尽头看着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笑容。他哼着小调，慢悠悠地回到楚晨的病房。楚晨并没有睡着，他正靠在床头，一脸担忧地看着楚凡。爸，你还没有休息啊？看样子你心情不错，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爸，你还记得你之前病房里面的那几个人吗？大晚上的突然说病房里面有鬼，说是要害他们，这不闹了这么长时间，让医院的安保人员给带走了。小凡，你很高兴吗？心情还不错，就从今天他们的表现来看，平时缺德事儿应该是没少做，现在这样也算是受到了报应了吧。
小凡，你和我说实话，这件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爸，这次的事情和我没有什么关系的，他们自己做了亏心事才出事的，也不是我让他们做的。我不知道你最近为什么突然在古玩方面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对于这一点，我也并不想要知道。我们虽然是父子，但是你有自己的想法和秘密，我也是支持的。只不过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我希望你可以保留最起码的做人的底线，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不要因为突然出现的东西迷失了自己。爸，我知道了。楚凡刚刚进到他们寝室楼，一个同学直接堵住了楚凡的去路。哎呦，我们的楚大少来了，这次回来是没有钱了。现在你有想要找谁骗钱花啊？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没有想到你竟然凭着这张脸骗学校爱慕你的学姐，帮你处理学生会的一些工作。不知道除了这名学姐，还有多少人上你的当？枉我之前还那么的崇拜你，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是傻子？所以你想要怎么骗我们都可以。网上说的那些话，我看了一些，也有一些没有看，所以我并不太清楚你说的是什么内容。不过没关系，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拿一些资料的，一会儿我就会去报警，让叔叔帮忙查一下这次的事情。这次的事情是真是假，到时候一下子就能够调查出来。楚凡的眼神扫向不远处的李伟。造谣这人对我的一些事情非常清楚，看样子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只不过不知道有没有毕业。要是没有毕业可就惨了，这种有污点的学生，我们学校一贯是直接开除。希望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可以承受得了这个后果。楚凡看向刚刚从楼上下来的李伟。不过我想他既然都已经做出来了，那么应该也已经想好了后果了吧？李伟，你说我说的是吧？李伟看到楚凡的笑容，打了一个冷战。这是你的事情，和我有什么关系？李伟几乎是落荒而逃的离开了。楚凡不再理会其他，要上楼去取东西。楚凡，你能保证你论坛上面的那些事情你都没有做过吗？也不算，发帖的人还是比较了解我的，一些日常生活上的事情我当然是做过的，只不过那些违背原则的事情我还真的没有做过。那好，既然你说你没有做过，那我就相信你，以后我还会在网上帮你说话的。那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楚凡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电话。是的，俊哥啊，有人在网络上面抹黑我，给我的名誉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这件事情我希望你可以帮我跟进一下。行，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了。这次的官司你想要打到什么程度？俊哥啊，这么点小事儿哪里就值得你亲自出马的？主要也是想要让你帮着我找一个靠谱一点的律师就可以了。只要这次能让造谣的人付出代价，我律师费还是可以付得起的。那行，到时候我给你找一个靠谱的律师，你放心，肯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那行，那就谢谢俊哥了。我不需要他赔我的损失费，我希望这件事情在我们学校毕业季之前得到结果。你放心，肯定给你办明白的。第二天一大早，楚凡的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卢老的来电。喂，卢老。楚凡，你今天有没有事？我有一个老友，听说你那里有一个古镜，和我说想要看一下。你要是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就带着你的东西到翡翠长街来找我。我这个老友对脏器最感兴趣了，我记得你手里面不是还有2个想要出手吗？正好带过来让他看看。卢老，我马上过去找您。行，我就在翡翠长街的伯纳阁等你。楚凡挂断电话后，快速收拾自己手里的几个古玩。他将上次赌石开出的巨大翡翠以及2个脏器小心翼翼地装好，走到房间门口。楚凡的目光突然落在墙上挂着的那幅没有落款的画上，他想了一下，也把它装了起来。楚凡刚刚走到伯纳阁，就听见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他扭头一看，就看见临窗的位置，卢老正笑呵呵地对他招手。楚凡走了进来，就看见了坐在那里的卢老以及在他身边的几个人。屋子里面除了卢老之外，还有2名老人以及站在他们身边的2男1女3个年轻人。楚凡，过来坐。楚凡坐下后，鲁老指了指旁边的那2名老人，对着他介绍道：“这是段老，是我们北市收藏家协会的理事，他最喜欢研究各种脏器了。你以后要是遇到了成色好的脏器，直接找他，他肯定会给你个好价格的。这是袁老，也是我们协会的理事。袁老在古玩上面的造诣非常的突出，你以后要是有什么看不准的，也可以找他帮忙。老袁这个人最热心了。”段老、袁老好，我是楚凡，以后请2老多关照。我听老聂说，你之前买了2件成色还算不错的脏器，介不介意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楚凡从背包里拿出2个用丝绸包裹的脏器，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当然可以，我当时在古玩市场看见这2个古玩，觉得非常的不错，就带回来了。心里面其实也不是特别的有底，正好今天遇到行家了，也麻烦您帮着长长眼。2位老先生拿起脏器，细细端详，而那名年轻的女生脸上却充满了不屑。你这人真有意思，你自己都看不准的东西，你拿出来让我们看，你这是看不起谁呢？不确定东西是不是真的，你拿出来干什么？欺负我们吗？小段在旁边听到敏敏的话，脸上都有些发白了，他赶紧拉住敏敏的衣角。敏敏，你别说了，你不懂这个圈子的规矩，我们就是这样的，你别乱说话。你们不用害怕他，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一个诚信，他的东西不好，还不让我们说吗？
这是你家小段的朋友，小姑娘年纪不大，说话还挺有意思的。慎行，你要是在这里待不住，就先回去吧。这里不是你们可以大呼小叫的地方。楚小友，实在是不好意思，家教不严，让你见笑了。我不出去，凭什么让我们出去？我又没有说错什么。他自己都不确定自己的东西是不是真的，这不就是欺骗你们吗？这可是古董啊，这东西多贵啊，买到假的得赔多少？我这不也是为了你们好吗？你们凭什么赶我出去？房间里面的几个人看到敏敏的样子，脸上都露出不耐烦和厌恶。小段感受到大家的厌烦，伸手就想要把敏敏带走。我明明是帮你们说话的，你们怎么还能够怪我呢？是不是他骗了你们？肯定是他，他带来的东西都是假的，人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敏敏一边说一边挥舞着手臂，就想要伸手打楚凡，不小心猛地一挥，撞到了桌子边缘，一个脏器瞬间从桌子上滚落，摔到了地上，空气再次凝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碎裂的玉佩上。这不怪我的，谁叫你们把东西放在桌子上面的？是你们没有放好，和我可没有什么关系。段老，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比较好？这件事情是我们家慎行的问题，楚小友，你放心，只要你这2样是真品，我一定按照市价买下来。慎行让他道歉，道完歉你就带着他出去，以后我不想在你的身边看到他。敏敏听到段老的话，瞬间绝望。大哥，我知道错了，我之前不应该瞎说的，你原谅我吧，你帮我和爷爷说说情，你让他们原谅我吧。楚凡却根本不想要搭理，段老觉得丢人到了极点，立刻让小段把他带出去。小段拽着敏敏，敏敏还在一路哭嚎。段老第一时间拿起了刚刚被摔碎了的玉佩，他仔细端详，脸色越来越难看。段老放下碎裂的玉佩，拿起另一个被划出长长划痕的古镜，他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既然你是卢老带来的，那我也不和你说虚的。你带来的那块藏玉的品质还可以，但是年代却并不算是久远，玉质也非常的一般，所以我只能够给你算80万。段老再次拿起古镜，眼神中充满了惋惜。至于这块古镜，按照它的形态来看，上面的图案保存的非常的完整，但是无论是从大小还是做工的精致程度来看，这都是民间使用的藏器，算不得精品。当然了，这只是我看出来的。楚小友，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楚凡点了点头。这2件藏器成色确实是一般，虽然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也算不得什么精品。这样吧，这2件藏器我一起买了，2件一共200万，你看怎么样？楚凡听到这个价格，却没有立刻回应，而是摇了摇头。段老，您的价格给高了。房间里面的人脸上都露出惊讶的表情。我知道段老是觉得您的人把我的东西摔坏了，想着出高价补偿我一下，但是真的没有必要。我们在商言商的话，直接市价多少，您给我多少就可以了。看在您和卢老的关系上，您要是2个都要的话，给我150万就可以了。听见楚凡的话，在场的几个人顿时笑了起来，他们眼中对楚凡的欣赏之色更浓，纷纷点头表示赞同。楚凡从自己的背包里面拿出了那幅没有落款的画。卢老，您有时间吗？您要是有时间，可不可以麻烦您帮我长长眼？我就知道你小子手里面肯定还有好东西，你拿出来，正好我们都在这里帮你看一看。卢老笑着拿出自己的一些工具，然后卢老和段老一起开始仔细地看起了这幅画。这幅画是我游玩的时候买的，当时我就觉得这幅画有一些不太对劲儿。这幅画的绘画风格，我总是觉得非常的眼熟，但是这幅画下面并没有什么落款，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幅画到底是谁的作画。元老接过画，细细端详，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我看这幅画是楼东画派的画风啊。是楼东画派的风格，这幅山水画非常的传神，而且这应该是仿的王时敏的《仙山楼阁图》，还真别说，仿的特别传神。谁说不是呢？虽然整幅画的大小尺寸不同，但是这幅画不管是从画法上来看，还是从意境上来说，都已经有了王时敏风格了。如果所用的画布和真品差不多的话，我这还真的不一定能够分辨出来。此画有黄公望的风格，而且已经大成，图中烟岚起伏，云雾环山，宛若仙境。这种笔法简直是精绝超逸，不知道这是谁仿的画作。这个人至少仿黄公望和王时敏的画作已经大成了，这种水平应该不会寂寂无名。老袁，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看看这个风格像是谁的作品？这幅画我看不准。还有你老袁看不准的书画？怎么没有？我也不是没有打眼过。这幅画不管是从绘画的风格还是从绘画的技巧来看，都是王时敏的画作。是的，在我看来，这不像是仿品，反而像是真品。但是真品我们都知道，
在皖北博物馆里面放着呢，而且这幅画上面并没有题词和落款。这样一来，我们想要找出画作的主人就有一些困难了。我当初买这幅画的时候，就是觉得这幅画的绘画风格我非常的喜欢，也没想着出手，就寻思放家里面挂着也好看。今天也正好赶巧了，才拿出来让大家伙儿帮着长长眼。至于能不能找出画家是谁，我也没有太放在心上。元老再次拿起画，经过仔细的观察，语气变得更加确定。虽然我看不准这幅画到底是谁画的，但是从用纸用墨来看，这幅画应该是康熙年间的作品。不过外面装裱用的布卷看起来是民国的东西，而且质量非常的一般，应该是后来得到这幅画的人自己进行的装裱。听到元老的话，楚凡点了点头。既然装裱的布卷是后来加上的，那我一会儿去找人帮忙重新装裱一下。你还用去找别人？老袁可是书画界的大家，你去找别人不是舍近求远吗？对，你这幅画交给我就可以了。还真别说，这幅画确实是让我非常的感兴趣。他的画作风格和王时敏的《仙山楼阁图》像是一个人画出来的，就像是老段说的，如果不是尺寸不对的话，我甚至会怀疑他和博物馆里面收藏的那张画到底哪一幅是真品。元老，您说这有没有可能是王时敏在画《仙山楼阁图》的时候打的底稿？几名老先生听到楚凡的话，互相看了一眼，眼中充满了震惊和恍然大悟。楚凡，你介不介意我把这幅画带回去？我学艺不精，不能够确定这幅画到底是谁创作的，我想把它拿回去，让我师傅看一下。当然不介意了，你放心，最晚3天，我一定把结果给你。楚凡走出伯纳阁不远，准备过马路。突然，楚凡眼中闪过异能的光芒，远处的一个摊位上面，一道耀眼冲天的光柱猛地窜起，直插云霄，吸引了楚凡的所有注意力。难道今天运气这么好，又能够找到好东西？楚凡来到一个拥挤的摊位前，光柱正是从一个破旧的医药箱上发出的。摊位后面坐着一个中年妇女，旁边则是一个年轻的摊主。这医药箱怎么卖？小兄弟，这个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医药箱，说是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小兄弟，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你看他的穿着，像是祖上能够传下来那么多古董的人家吗？你可以看看我的东西，我摊位上面的东西，那都是货真价实的。听见男人的话，这名中年妇女眼睛里面的渴望暗淡了下去，变得更加失落。她看起来以前并没有卖过什么东西，不太会说话，即使是有人在她的面前抢她生意，她张了张嘴，到后来也只是看了男人一眼，就低下了头。楚凡并没有搭理那个年轻人，反而是蹲下来，仔细地看起了这个医药箱。楚凡的神童异能再次开启，他看到的是医药箱内部那道冲天的气运光柱，比他之前见过的所有古玩都要浓郁。他眉头紧锁，因为他判断这个医药箱的年份绝对不会超过民国时期。中年妇女看到楚凡蹲下身，眼中又燃起一丝希望。这真的是我爷爷传下来的，我爷爷祖上曾经是民国时期的医生，这个医药箱最晚也是民国时期的物件，如果不是我现在急着用钱的话，我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卖。小兄弟，你看3万可以吗？大姐，你这就有一些不地道了吧？小兄弟，我这个医药箱保存的特别好的，真的，你看，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我还经常擦它呢。小兄弟，我知道3万有点贵了，你看2万行不行？2万。大姐，你这个箱子真的不值那么多钱，你看，这也不是什么老物件，顶多了就是民国的东西。这民国的医药箱现在也不是什么稀罕东西，你说你这个要2、3万的，这谁也不能花这个钱啊。1万5可不可以？要不然你给我1万也行，1万就可以了。就在这个时候，中年妇女口袋里面的按键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发出老旧的铃声。圆圆，怎么今天有时间给妈妈打电话啊？今天怎么样？妈妈，我今天感觉挺好的。妈，你今天在干什么呢？是吗？那挺好的。妈现在在卖东西呢，等我把这个卖完了，我就过去看你。妈，我们不卖了好不好？那是老爷留给你的最后一样东西了。妈，我们不卖了。妈，我们不治了，我治不好的，别花这个冤枉钱了。胡说，你放心，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别想那么多，安安心心的在那里待着就行了。行了，妈不和你说了，我这个马上就卖出去了。等我卖完了，我就过去看你。中年妇女挂断电话，强忍着泪水。小兄弟，我实在是不能再便宜了。虽然这个医药箱的年代不算是久远，但是他用的木材都是好东西。你看这样行不？8000我就卖给你。楚凡仔细看了一下这名中年妇女，她的神童异能开启，看到她身上散发着金色的气运，没有一丝灰暗。我看你这个医药箱确实不错，10万我买了。这是不是有点太多了？不好吧？没事儿，10万对于我来说并不算多。你这个医药箱虽然外表看起来非常一般，但是仔细看来做工也还算是大气，挺合我眼缘的。就这样吧，有银行卡吗？手里面没有现金，转给你行吗？行，我把卡号给你。楚凡的动作非常迅速，在女人报出了卡号之后，就把钱转了过去。楚凡拎着医药箱，潇洒地转身离开了。
回到家之后，楚凡第一眼就看到了正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的父母。看见楚凡，江心如站了起来。小凡回来了，今天怎么样？还算是顺利吗？还挺顺利的。之前买的2个物件卖出去了，卖了150万。回来的时候买了一个医药箱，花了10万。妈妈，我一会儿给你转100万，当做你和我爸平时的日常花销。我和你爸有钱，你自己赚的钱自己花就可以了。就当是我孝敬您和我爸的。我现在能赚钱了，你和我爸不用想着帮我省钱的。行，那这个钱就先放我这里，你要是什么时候有需要，你就和我说，我再给你转回去。不用了妈，这就是孝敬您和我爸的，不用给我攒着，我还可以再赚。您要相信，我可是楚晨的儿子，赚钱的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你个瘦小子！行了，我不打扰您2位看电视了，我回房间去了。楚凡提起了医药箱，就进到了自己的房间里面。他简单的检查了一下，并没有发现什么，找遍了这个医药箱的各个角落，甚至用手在医药箱的周围敲敲打打的，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他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楚凡突然灵机一动，他把灵气运用在了眼睛上面，然后小心地扫描着这个医药箱，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随后他用工具拆开医药箱，里面有一张纸。楚凡小心地把这张纸拿了出来，放在自己的书桌上，应该是一张药方。楚凡拿出一张白纸，将药方临摹了一遍，然后拍下来发送给了卢老。卢老，能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字吗？楚凡，你这是从哪里看到的文字？还有没有其他的文字？我的那些老友可都说这种文字，他们以前从来都没有看见过。我也是之前在古玩街买东西的时候看见的。如果大家都没有见过，那可能是谁随手画着玩的吧？行，既然这样，那我就不问了。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过来找我。好的，今天真是麻烦您了。第二天一早，楚凡正在家吃早饭时，房门被外面的人大力的敲着，声音刺耳而急促。楚凡，你在家吗？楚凡，我知道你在家，你出来，我求求你出来。楚凡劝住了本来想要去开门的江心如，自己则坐在餐桌前面，不为所动，慢悠悠地把吃了半截的饭吃完。楚凡，我求求你了，你出来好不好？你出来，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我知道错了。小凡，你这是做了什么？外面的是李伟，就是他找我们家麻烦。他在学校和网上编造与我的谣言，我让俊哥起诉了他。大概率他现在应该是已经收到律师函了，心里面害怕了，才会过来找我的吧。本来心里面还有一些同情他的江心如，顿时不再多说什么，眼中闪过一丝了然。楚凡咽下了嘴里面的东西，直接拉开了房门。楚凡，凡哥，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你别让律师告我了，好不好？要是这件事情被学校知道了，我连毕业证都拿不到手，到时候我就彻底完了。楚凡，我知道最近的事情我做的不对，我保证我以后绝对不敢了。这一次，你放过我吧。我之前就说过，做错了事情一定要承担责任的。从你污蔑我的那一刻起，你就应该想到你要承担的后果。你觉得我凭什么放过你呢？要知道，你当初往我身上泼脏水的时候，可没有想过要放过我啊。凡哥，我家里面的条件不好，要是我真的被判刑的话，我就拿不到毕业证了，我的人生就全完了。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一次行不行？我保证，我以后一定会离你远远的，我绝对不会再碍你的眼了。你的觉悟非常不错，但是你的人生和我有什么关系吗？最后，祝你好运，希望你以后在牢里面一切顺利，一帆风顺。楚凡重重地关上了大门。这只是个开始，那些伤害我的人，慢慢来，都会轮到的。在李伟离开学校的那天，楚凡正好也雇佣了几个人到寝室里面把他的一些不用的东西带走。就这样，2个人在学校的寝室楼外面碰面了。楚凡，你还真是铁石心肠啊！我们一个寝室里面住了将近4年，我都那么求你了，你还是没有放过我。楚凡，我不会放过你的。周围的学生纷纷放慢了脚步，甚至有一些学生还拿出了手机。你不用说的好像你多无辜似的，我们一起住了将近4年，不一样没有手下留情。我只是为我自己讨回一个公道，你做错了事情就应该受到惩罚。还有，不要在我面前放狠话，不然后果你懂的。行，楚凡，你厉害。我倒要看看你能够嚣张到什么时候。楚凡坐在书桌前，他小心翼翼地展开纸条，眼中闪烁着异能的光芒。旁边桌子上的小功率砂锅正在咕噜咕噜熬制着药物。一段时间后，锅里的药材真的变成了粘稠状。他把它们团成药丸。楚凡拿起一粒药丸，开启神通，药丸发出绿色和黑色的光芒。这时手机忽然响了。楚凡，你现在有时间吗？我没有什么事情。元老，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前几天让我帮你鉴定的那幅画，我已经拜托我师傅帮忙鉴定了。我师傅也找了几个他的老朋友，这几天也在一直帮你看这幅画。元老，真是不好意思，因为我的原因，让几位老前辈受累了。这有什么？你是不知道，他们鉴定这幅画的时候有多高兴。这幅画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他们认定这幅画是王时敏的画作，而且由我师傅他们几个人做担保，这幅画应该会有很多人想要收藏。
楚凡，你的这幅画有没有想要出手的意思？我师傅和一些一起鉴定的专家都对你这幅画非常的感兴趣。有啊，要是价格合适我就出手了。那行，那我明天把画送给你，然后帮你问一下，要是有谁对这幅画感兴趣，明天就直接过去找你，把这幅画拍下来，你看怎么样？行，我这里是没有什么问题，那就麻烦您了。第二天，楚凡再一次来到了伯纳阁里面。卢老看到楚凡，热情的招手，脸上带着笑容。楚凡，你过来了。老袁昨天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可兴奋了，说是你的那幅画的价值非常高。这不，我们今天就过来一起凑个热闹。鲁劳指了指他身边的段老，对着楚凡露出了一个笑容。我通知的人都已经到齐了，今天在这里我也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开门见山，这幅画是王时敏的作品，是仙山楼阁图的草稿，虽然并没有落款，却也同样非常的珍贵。像是这种草稿，可是没有传下来几张，这幅草稿更加的有收藏价值了。废话我也不多说，这幅画的底价我们就定600万吧。拍卖开始。在元老说完之后，几个人纷纷的开始了叫价。我出950万。听见这名老先生的话，周围这些人想了一下，还是没有继续叫价下去。大家的动作都非常迅速。确定了买家之后，楚凡和那名老先生迅速的办理了手续。楚凡的手机收到银行到账的信息。哇哦，现在终于快要破1000万了，爽爽爽！楚凡做东，请几位老先生一起去吃了一顿饭，觥筹交错，气氛融洽，算是和这些老先生们初步建立了交情。下午回家之后，楚凡笑着将江心如叫到了客厅里面。妈，我们把这个房子卖了吧。你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你要是需要钱的话，我那里还有2件成色不错的首饰，我一会儿给你把那个拿来。妈，您想多了，我是说我们把这个房子卖了，到时候再添一点钱，我们到市区里面去买一个大平层，省得你们在这里住着不习惯。楚凡坐在客厅里，故作神秘，将手机屏幕亮给江心如看。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900多万元的银行卡余额。妈，我给你看点东西。小凡，你从哪儿弄的这么多钱？我前一段时间去川省花了10万买了一幅画，前几天找人去鉴定了一下，是真品，今天刚刚卖出了900多万，加上以前存的一些钱。那明天咱们就去看房子。妈，都听你的。楚凡一家来到了北市的别墅区，很快就已经选好了一套样板房。楚凡把钱交了之后，就领到了这栋别墅的钥匙。楚晨看着这个比他们家以前要小了很多的别墅，脸上却带着自豪的笑容。我还真的没有想到，我竟然这么快就靠着我儿子重新住进别墅里面，还真别说，感觉不错。看见他们脸上的笑容，楚凡也觉得心情非常不错，一家3口其乐融融。楚凡，你怎么在这里了？是过来找我的吗？不是我说，凡哥，你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和我说呢？我们几个这么多年的朋友了，有什么是不能说的？陆恒冲了上来，热情地抱住楚凡，像一个大型犬。楚凡被陆恒抱着，无奈地拍了拍他的背。我们在这里买了一栋房子，之后就会搬过来。你呢？不是在国外考试吗？怎么现在就回来了？考试结果怎么样？哎呀，见面不问成绩，这难道不是国内最起码的礼仪吗？更何况你还是在叔叔婶子面前问我这个问题，我看你是想要有劲的节奏啊！叔叔婶子好久不见，你们是买的这栋别墅吗？正好我这次回来，我爸给我在不远处买了一个房子，就是那个，离这里挺近的。你们要是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直接喊我一声就行了，我一会儿就能过来。你们2个人这么久没有见面了，肯定有不少话要说吧？正好我们回家把家里面的一些东西收拾一下，到时候好往这边搬。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叔叔婶子尽管开口。你可消停一会儿吧，你忘了是谁信誓旦旦的在你们家搬家的时候帮忙收拾东西，结果差不多一点把家给拆了。怎么祸害自己的家还不够，这还想要祸害我家啊？陆恒想到自己曾经的黑历史，不由得脸上流下泪。爸妈，你们回去了也不用收拾太多的东西，到时候我们少买一些日常用品就可以了。那个房子也不着急出手，它离翡翠长街比较近，我以后要是去翡翠长街的话，还得在那个房子里面住。你们收拾完了之后告诉我一声，到时候我和陆恒过去接你们。楚凡坐在沙发上面，接过了陆恒递给他的饮料。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消沉，可不像是你了。凡哥，对不起。这怎么还突然开始道歉了？你应该没有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吧？难道你做了？凡哥，我严肃着呢，你别逗我了。行，那你说吧，你到底是因为什么道歉？我们家没有在叔叔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你那个时候肯定很难吧？但是我们几个人都在国外了，都没有人在你身边帮助你。没事，当时连我们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你们能帮我们什么？而且
有人布了那么长时间的局，就为了算计我们家。你们要是参与进来了，说不定也会被困住了呢。而且我爸可是说了，这段时间陆叔叔没少帮我们家忙。看样子你的小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这都买上这边的别墅了。这头虽然地段一般，但是这里的环境和安保还是不错的。还好吧，我现在在收藏界混得还算不错。你以后要是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找哥，哥帮你长长眼。楚凡突然想起了什么，看向陆恒，眼中闪烁着探究的光芒。对了，如果我想要办一个药厂的话，需要的手续多吗？办药厂啊，这个可挺困难的。办厂倒是方便，但是想要申请生产线和其他的手续，麻烦的事情就老多了。凡哥，你是想要涉足医药方面吗？我觉得你没有经验，还是再考虑一下比较好。我知道现在想要自己办一个药厂非常的困难，所以我才过来问你有没有什么简单一点的方法。还真有，你也知道，我们家有不少小药厂的股份，虽然这些药厂都不算是太大，但是该有的资格和生产线都是有的。18岁那年，我爸还给了我一个小药厂的70%的股份。你要是真想要开药厂的话，不行，我把我的那些股份卖给你，到时候你想要生产什么，直接上面申请就可以了，也省得还要操心其他的事情。你可算了吧，陆叔叔能够把那个药厂的股份给你，就是看中了那个药厂以后的发展前景。你现在把股份卖给我，你这是想要气死陆叔叔啊？这样吧，你帮我留意一下，看看现在有没有哪个药厂生产经营不善，想要往外卖的。我这边有个药方，我想要试一下，但是我需要有药厂100%的控股。一般这种药厂里面的设备什么的，可都非常的一般，你买回来可是要吃亏的。设备一般不要紧，就像是你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生产线了，有生产线，其他的都好说。那行，这段时间我帮你打听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对了，我过几天可能要出一趟远门，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这段时间就麻烦你帮着照顾一下。行，叔叔婶子和我也熟，我没事的时候就过来看望他们。楚凡举起了自己手里面的饮料，对着陆恒举了一下。哥，晚上大人他们说要给我举办一个欢迎会，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聚一下？我就不去了，你自己过去注意一点安全。楚凡盘腿坐在床上，体内的灵气像一条条小蛇般在他经脉里面流淌，每一次循环都会让他的身体壮大一些。就在这个时候，楚凡放在不远处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喂，我是楚凡，哪位？凡哥，我是原子啊，你现在有时间吗？陆哥现在在这里和人家起冲突了，双方都不肯服软，闹得挺厉害的。凡哥，陆哥最听你的话了，你过来说说他吧。他刚刚回国，把事情闹大了就不好了。听到这话，楚凡噌的一下站了起来。行，你把地址发给我，我马上就过去。这段时间你看好他，别让他和其他人打起来。楚凡拿着手机就冲了出去，动作快如闪电。楚凡刚刚到门口，就看见原子。原子看到了楚凡，急忙迎接了上来，一把抓住楚凡的胳膊。哥，你就是我亲哥，你终于来了，你再不过来就要出大事了。你先别急，你和我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不是开个局，给陆哥接风，祝贺他终于回国了吗？然后过来的人觉得大家的关系都还算是不错，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有几个人就把自己的女朋友领过来了，也是赶巧了，正好今天晚上张远志他们也在这个地方攒局。楚凡听到张远志，眉头微皱。然后呢？然后张远志手里面搂着的那个姑娘，是陆哥上次回来的时候追的姑娘，结果陆哥才出国不到3个月，这姑娘竟然和张远志混到一起了。就因为这，陆哥还气得够呛。双方见面了之后，那姑娘对着陆哥说了2句风凉话，正好看到陆哥身边嘉哥的妹妹，话就越说越难听了。于是陆哥就和张远志动手了。那现在怎么样了？之前被我们拉开了，但是两方的气氛都挺僵硬的，现在正在那里开酒呢，说是要一决雌雄。楚凡跟着原子走进包厢，屋内2拨人分别坐在两边，中间的桌子上摆满了空酒瓶。凡哥，你怎么过来了？我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就过来凑个热闹。这是怎么了？张远志嘴里面不干净，我要给他洗洗嘴。怎么，刚刚陆少爷不还是一副天王老子来了都不怕的样子吗？怎么楚凡一过来你就变成缩头乌龟了？要是以前你怕他，我还不说什么，他现在1年的生活费可能都不如你脚上的那双鞋值钱。你见了他还这么老实，我之前说的没错，你还真挺贱的。你胡咧咧什么呢？你信不信我揍你？你不用在我面前和我来这个，我前几天刚刚提的车，我们跑几圈去，谁输了谁就大声的喊3声我是蠢货，你敢不敢？听见张远志的话，陆恒刚要点头答应，就被楚凡猛地拦住了。他不答应。你算的什么东西？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他喝酒了，不能开车。他喝酒了不要紧，你不是没有喝酒吗？接到电话就这么急着跑过来，是现在落魄了，想要好好的巴结他吧？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你爹也是巴巴的跑到我爸面前，说是想要拿投资。人啊，得有自知之明。你既然想要做狗，那就要有做狗的觉悟。你看，你主子我现在想要赛车了，你还不赶紧去表演给我看？楚凡笑了起来，看到楚凡的笑脸，张远志变得更加的得意了。他手上还拿着一摞钞票，
看吧，我就说钱是男人的脊梁。看看这楚大嫂以前多傲气一个人啊，现在没有钱了，我把话都说成这样了，她不还得对着我陪笑？来，楚大嫂，给我汪汪2声，叫得好了，这一摞就是你的了。张远志坐在沙发上，翘着2郎腿，一脸不屑地看着走过来的楚凡。哟，这不是楚大嫂吗？怎么想通了要跟我道歉？刚刚小恒说你嘴巴不干净，我还没有什么感觉，现在看来确实是臭不可闻。楚凡左手抓住张远志的衣领，猛地把他拉近，将张远志压在桌子上，右手拿着啤酒瓶，对着他的嘴里猛灌。这嘴巴这么臭，确实应该好好的洗一洗。恶心你自己不要捡，污染了环境就不好了。包厢里的人都惊呆了，鸦雀无声。其他人也开始劝说。楚凡，你别在这里张狂，你还以为你是以前的那个楚大嫂吗？你这么做，想好了后果没有？是啊，楚凡，你赶紧放开张哥，要不然张家人是不会放过你的。听到跟班的话，张远志似乎恢复了些底气。你听见了没有？你赶紧放开我，要不然我家里面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你们2个人的事情我不管，但是你刚刚对我说的那些话，我回家一定会和家里面的人说的。到时候希望张家能够给我们高家一个交代。到现在你还不明白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了吗？你们死人啊！没有看到我现在的处境吗？还不赶紧过来！几个跟班冲向楚凡，陆恒也想上前帮忙。楚凡一边继续往张远志嘴里灌啤酒，一边轻松躲开跟班的攻击，并反击。跟班们被打倒在地，张远志被楚凡压制，浑身湿透，狼狈不堪。所以介意我帮你再洗洗吗？楚凡将张远志压在桌上，其他跟班躺在地上或扶着腰。陆恒哎呀一声，冲上前去。哎呀，你们没事吧？小心一点，你们怎么能打架呢？这么多人打我凡哥一个人，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吧！躺在地上的跟班们嘴角抽搐，满脸不可思议。楚凡不理会陆恒的表演，低头看着张远志。张远志的脸肿着，眼神惊恐。你刚刚说了什么？介意再说一遍吗？张远志猛地哆嗦了一下，脑海中闪回楚凡给他灌啤酒的画面，仿佛看到了死神。凡哥，我知道错了，我刚刚喝多了，说话不过脑子，我和你道歉，我道歉，我以后肯定是不敢了。很好，知道自己错了就好。既然已经知道错了，那就留个证据吧，省得以后不认账，我还得去找你，帮你回忆一下。来，对着镜头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我不录，你放开我。当然，你要是不愿意道歉也可以。我知道错了，我道歉，对不起，我有罪，我嘴欠。既然已经知道错了，以后就注意一点，要不然我不介意帮你回忆一下。小恒，我要回去了，你走不走？哥，你等等我啊，我和你一起回去。门口，楚凡和陆恒坐进一辆豪华轿车。楚凡刚要关窗，高莹莹走了过来。怎么还有事儿？我和我哥的车子出现了一点问题，打不着火了，我在外面等得有一点冷，你能顺路送我回家吗？送你回家啊？那你哥怎么办？我说错了，是送我们2个人回家。凡哥，怎么样？送不送？行，上车吧，我送你们回去。楚凡的轿车停在高家门口，高莹莹娇羞地看着他。凡哥，我们到家了，你要不要进去坐坐？不了，天已经不早了，我们还要回去。今天真的是太谢谢你了，不仅在包厢里面替我出气，还送我们回来。要不我们加个微信吧，等你什么时候有时间了，我请你吃饭，算是感谢你今天的帮忙。陆恒在车里探出头，一脸吃瓜群众的表情，嘴巴做出哇哦的形状。不了，我最近比较忙，可能没有时间。高莹莹突然转身，伸出双臂抱住了楚凡，再次对你的帮助表示感谢。楚凡面无表情的转头对高哥点头道别，然后车窗升起，车子启动。凡哥，高莹莹是不是看上你了？胡说什么呢？我可是有未婚妻的人。哥，你可别想着你的那个未婚妻了。我承认林满人还算是不错，但是林家那些人实在是太奇葩了。楚家已经破产了，蒋家已经帮着蒋云提亲了，要不是你一直抓着他不放，他早就和蒋家订婚了。楚凡听着陆恒的模仿，脸上写满了无语和黑线。哥，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我觉得高莹莹就不错啊，她家就这么一个女孩，宠得不行，以后你们在一起，绝对对你这个女婿好的不得了。楚凡无奈地揉了揉太阳穴，眼神瞥了一眼陆恒。不管怎么样，我现在和林婉还有婚约，这种话以后不要说了。好吧，你是我哥，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哥，今天的事情对不起了，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和张远志对上，他那个人平时最小肚鸡肠了，你最近要小心一点。没事儿，我最近要出一趟远门，短时间之内不在家。不过我最近出门，我父母还得麻烦你有时间的话，帮忙照看一下。这有什么？反正最近我没有什么事情。哥，你之前让我帮你游艺制药厂，你这次出门是和这个有关系吗？没错。凡哥，你放心大胆的出去打拼事业吧，家里面我肯定给你照看好了。只求凡哥哥回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切身对郎君的帮助啊！你可少在这里恶心我了。行了，你家到了，赶紧滚回去收拾收拾睡觉去，我也得回家了。楚凡把陆恒赶下车，陆恒委屈巴巴地对着车挥手。楚凡开车离开，回到自己家。
商业街，楚凡正在逛街购物，元老和一名文弱的年轻人迎面走来。楚凡，没想到在这里看见你了。元老，您也来购物了？楚凡，你最近有时间吗？不好意思，元老，我最近要出一趟远门，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好，我是徐胜茂，是一名古玩收藏家。我听元老提起过你，说你在古玩方面非常的有天赋。今天看到你，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不好意思，你说的我没太听明白，可以麻烦你慢一些吗？徐胜茂的笑容僵在脸上，随即变成冷遇，脸颊泛红。你连我说话都听不明白，你要怎么代表我国的收藏界和红玉国的收藏界比啊？人家都把宝贝的情况说出来了，你还听不懂，这不是丢人吗？元老，我怎么不知道我还要和其他国家的收藏界比什么？我没有接到什么通知啊。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你看你现在有没有时间？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找一个地方，我把情况和你说一下。楚凡点头。三人来到一间雅致的茶室，茶桌上，元老开始倒茶，并且开始解释事情缘由。事情就是这样，毕竟涉及到国家荣誉，所以收藏家协会对这次的事情还是比较重视的。这不，我和卢老、段老都推荐了你。要是有用得到我的地方，您可以找我。只不过我最近确实是有一些事情要出远门，可能得几个月之后才能回来。这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算是要比赛，也要过一段时间。你放心去做你的事情吧，到时跟你联系。楚凡独自一人在山林中穿梭，运用神瞳寻找药材，各种草药被他的神瞳扫描后，发出耀眼的光芒。他把草药不停地塞进口袋，随后他找到一个被藤蔓遮住的山洞。楚凡坐在地上，将药材一个一个拿出来，又打开视频通话，对面是隋老慈祥的脸。隋老，您帮我看看这些药材都是什么？它们的功效是什么？你这些，这不是千年朱砂根吗？这颗竟然是传说中的九死还魂草。你从哪儿弄来的？楚凡呐，你看你找了这么多药材也用不了，要不你回来匀给我一点怎么样？价格肯定是让你满意。隋老，您又不是不知道，我对这些药材根本就不认识，能够采到药材，还是对着图谱一点一点的对比出来的。我费了这么大劲找到的，我要做的实验用到的药材也多，这些还不一定够不够我浪费呢。你说什么？你要拿这些东西去做实验？楚凡，你要是去做实验，用一些年份轻一些的药材就可以了。你这是要气死我啊！隋老，要不这样，等我回去了，这些药材让你过过手瘾不就得了？就算是我手里面有方子，想要把东西做出来，也挺费劲儿的。我不一点点试着来，还能怎么办？隋老，难道你不想看一下过去的药方是多么的神奇吗？那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挂掉电话，楚凡从怀里掏出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几颗其貌不扬的药丸，药丸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楚凡打开瓶盖，一股浓郁霸道的药香瞬间冲出瓶口，在山洞里扩散。乔二，几天不见，这么霸道了？楚凡赶紧盖紧瓶盖，手机突然响了。喂，请问是楚凡楚先生吗？楚先生您好，我们是北市生物制品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前几天您把一份样本送到了我们研究所进行检测，今天结果出来了，您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拿一下检测结果？这么快，该不会是炸炉了吧？哦，我最近在外省了，短时间内回不去，等我回去拿结果的时候，我再和你们进行联系吧。楚先生，是这样的，您送过来的那份样品，经过我们的检测发现，里面具有大量的可以促进人体细胞活跃度的物质。如果我们可以对这些物质进行研发的话，完全可以利用这份物质来提高人体细胞的代谢速度，从而提高人体免疫力。提高身体素质对我用处不大，对我爸妈倒是正好。多谢你们告诉我这些，等我回去之后，我会第一时间去你们研究所拿报告结果的。我们所长有些事情想要和您面谈。这不就是想从我手里买药方或者合作吗？小丫还跟我玩这套？当然可以，等我回去之后，我和贵所的负责人联系。楚凡皱眉，山洞里的药味太浓了，即使盖上盖子也散不去。这味道也太霸道了，该不会引来什么野兽吧？楚凡连忙找来一个塑料袋，把玻璃瓶包了好几层，紧紧捆住。只要思想不滑坡，方法总比困难多。古人诚不欺我。楚凡刚一转身，山洞口突然出现一双绿油油的、反着光的眼睛。这动物鼻子也太灵敏了吧，这么快就找来了。银狼缓缓走过来，他压低身体，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来了就来了，看招吧。楚凡体内散发出淡淡的灵气，银狼感受到灵气后，刚才的威胁声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欣喜和亲昵。啥玩意儿？这灵气还有动物亲和的功能？楚凡保持警惕，拎着武器慢慢走向山洞口。银狼慢慢趴下，大脑袋放在两条前爪之间，非常乖巧地看着楚凡。这么明显的示好，难道这玩意儿想跟着我？算你识相。楚凡转身回山洞，刚进入山洞，外面突然传来一声震天的怒吼。楚凡他转头一看，
一头巨大的棕熊站在不远处，警惕地看着银狼。银狼从地上站起，对着棕熊发出威胁的低吼。棕熊吸了吸鼻子，眼神变得贪婪，直接冲了上来。银狼竟然没有硬刚，而是狡黠地回头看了楚凡一眼，然后他向着山洞里面跑了过去。我去，这狼也太狡猾了吧！这眼神分明是在算计我。棕熊加速冲向楚凡，同时一头猛虎也冲到洞口加入战局。不是吧？这都是保护动物啊，我敢动手吗？顾不得多想，楚凡举起武器，调动体内灵气，身上散发出强大的威压，武器发出耀眼的光芒，灵气形成一个透明的屏障在楚凡周围。棕熊和老虎瞬间变成了惊恐，他们发出呜呜喳喳的叫声，转身就想跑，但楚凡一个闪身，直接落在了他们前面，堵住了去路。棕熊和老虎彻底吓傻了，老虎直接变得像小猫一样，直接扑通一声躺在地上，露出肚皮。棕熊也乖乖地趴下。这俩智商也不低啊。楚凡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两头动物试图偷偷离开，但楚凡一动，他们就立刻趴下。几番尝试失败后，棕熊和老虎彻底放弃，乖乖地待在洞口。好的，解决了2个，该去看看那个最狡猾的了。楚凡的眼神转向山洞深处，银狼偷偷探出头来，发现楚凡看向自己，吓得咻的一声缩回去。银狼努力做出无害的姿态，小声呜呜叫着，尾巴摇晃跑了过来。小鸭还想趁我打架的时候偷我的药丸，没门！我知道我说话你听得懂。这段时间我要在这片森林里找东西，你和外面的那2个，这段时间就跟在我身边帮我做做体力活吧。银狼一脸茫然，别跟我装傻，别想着逃跑，就算是你们跑了，我也能把你们找回来。只不过到时候我的态度可能就不会这么和善了。药箱从小缝隙中冲出，外面蹲守的棕熊和老虎瞬间冲进山洞，但碍于楚凡的威压，又小心翼翼地在远处蹲着，眼巴巴地看着瓶子。如果你们表现得好的话，等我离开之后，我会拿出2枚，当做是奖励送给你们。这句话一出，原本还装傻的银狼眼睛瞬间亮了起来，他对着楚凡嚎叫一声，仿佛达成了共识。棕熊和老虎也兴奋地发出低吼。楚凡指了指山洞外，银狼立刻带着棕熊和老虎来到外面，乖巧地趴下，像3只忠诚的看门狗。楚凡在山洞里布置好自动报警装置，握着刀睡得安稳。第2天早上，楚凡起来，看到3兽乖乖守在外面，外面还放着一头鹿。银狼讨好的把鹿肉往前推了推。谢谢，不用了，我不吃生肉。楚凡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把不重要的东西直接扔给3兽背着。3兽变成了一只驼兽，迈着小碎步跟在楚凡身后。有了这几个苦力，做事效率都高了。走到一片树丛附近，楚凡感觉到周围的灵气流动异常，神瞳张开，发现一个地方灵气异常浓郁。这感觉是灵脉。他在一棵大树下挖出了一株形状奇怪的草药，草药根部散发出更加浓郁的灵气，像蒸汽一样涌出。楚凡加快脚步，向灵气最浓郁的方向走去。他感觉到空气中的灵气几乎要凝结成实质，清凉的感觉扑面而来。这感觉是水灵脉，我的运气也太好了吧，竟然是不同属性的灵脉。楚凡站在水灵脉中心，浓郁的灵气从脚底涌入他的身体，他全身散发着淡淡的水蓝色光芒。3兽也兴奋地跑到楚凡身边，趴在他不远处，贪婪地吸收着空气中散逸的灵气。它们的皮毛在吸收灵气后变得更加柔亮，光泽感十足。灵脉被楚凡吸收后，他感觉到不远处还有一股灵气，但无法直接吸收。他分开草丛，眼前一亮，一株蓝色的灵芝赫然生长在那里。蓝色灵芝原来是长在水灵脉上，这可是个好东西，回家收拾一下，给我爸泡酒。楚凡将蓝色灵芝小心翼翼地收入神农鼎，随后他带着3兽继续在山脉中穿梭。有了3兽的帮助，他顺利避开各种危险，采集了更多珍稀药材。3兽时不时会帮他搬运或者开路，甚至当肉盾吓跑一些小动物。山脉边缘，楚凡站在3兽面前，手里拿着药丸。银狼、棕熊、老虎围绕着他，眼神充满期待。好了，这段时间多谢你们的帮助，这是我之前答应给你们的报酬。楚凡把一颗药丸递到银狼嘴边，银狼小心翼翼地吞下，然后兴奋地甩了甩尾巴，用大脑袋蹭了蹭楚凡的胳膊，表示不舍。楚凡又拿出另一颗药丸，掰成2半，分别给了棕熊和老虎。棕熊憨厚地吞下，老虎则蹭了蹭楚凡的手，表示感谢。楚凡挥手告别，转身离开山脉。楚凡刚走出云省机场，就被一个中年男人拉住胳膊。帅哥，你也是过来参加平洲公盘的吗？你坐我的车，我年年这个时候都接人去平洲的，我对那边特别熟，你跟着我走，肯定是没有错的。大哥，我不去平洲公盘，你去找别人吧。兄弟，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平洲公盘里面每年都有大量的优质翡翠被开出来，要是运气好，
说不定一块石头出绿了，就是好几百万，甚至是好几千万的进账，搏一搏，走上人生巅峰啊，兄弟！反正也没什么急事，去看看也无妨。大哥，你以前是干什么的？我是卖房子的，现在不景气，我就回老家发展了。小兄弟，你就放心的跟哥过去，我带你去我认识的商铺买块石头试试漆一下，反正一块石头也不贵，200-300块钱感受一下。你要是觉得不好，哥再免费给你拉回来。大哥，那就麻烦你了。楚凡跟着司机马哥来到一辆老旧的面包车旁，接过楚凡的行李塞进车里。行了，你就坐这里吧。楚凡旁边男人凑过来，小声问道：“小兄弟，你也是专门去平州公盘的？”不是，我是来办别的事情的。司机马哥太热情了，正好我也有一点好奇，就过去看一看。哎，兄弟，他刚开口，前方的司机马哥就回头打断了他。小兄弟，一会儿你跟着我，我领你进去看看。我们说话算话，我肯定不逼你买其他的东西，就带你去看看全堵的毛料。司机马哥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黑皮肤男人，黑皮肤男人心虚地缩了缩脖子。1个多小时后，车窗外出现平州公盘的巨大招牌。好了，到地方了，我先去找人把我的车牌号登记一下，一会儿你们就可以下车了。马哥很快回来，重新回到车上，他手里晃着一个登记牌。刚刚我答应这个小兄弟带他到我认识的店铺里面去看一下全堵的毛料的，你们要是想和我们一起过去，我们就一起去，要是你们不想过去，就可以自己出去逛了。除了楚凡，车上其他人几乎是瞬间齐刷刷的摇头。我们平州公盘里面的好料每年都有很多，祝各位好运了。楚凡跟着马哥下车，进入一个大型集市般的场地，到处都是各种摊位，展示着大小不一的翡翠原石。马哥边走边热情介绍：我们平州公盘每年都会开，一次3天，你要是感兴趣，这几天都可以过来看一看。马哥突然停下，表情严肃了些，看着楚凡：不过哥看你顺眼，就多说几句。你现在还年轻，要是喜欢，先买便宜的尝试下就好了，没那么多一夜暴富的。你看我在平州生活了半辈子了，不还是穷光蛋一个吗？哥，我知道的，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做没把握的事情的。我姓马，你直接叫我小马就行了，一般这边的人都这么喊我。马哥。马哥带着楚凡来到一个狭小的店铺门口，店铺里堆满了各种原石。行了，就这里，我和老板以前就认识，他人不错，手里的石料品质也比较好。前年还有人他这里切出了一块福禄寿，芙蓉种的，虽然不到巴掌大，也卖出去了将近600万。不过他们半堵的毛料比较贵，你要是一会儿想买，还是买一块小一点的，全堵的毛料玩一下就行了。老马，你这在我们家门口就劝退我们家的客户，是不是有一点太不够意思了？你这个店铺来来往往的人那么多，也不差这么一个小年轻，你呀去赚那些大老板的钱好了，我们只是过来看一下，你可不能欺负我们小兄弟呀。行了，赶紧领着小兄弟进来吧。小兄弟也是运气好，我昨天才刚进了一批石料回来，昨天晚上有老客户过来挑走了一批，剩下的那些今天还没有卖出去几个呢，反正位置你都知道。那行，我带着他过去看看。对了，价格还是老样子吗？对，那种小料你一块200，看在人是你领来的份上，我给你们算150。2号库里面除了用剑围起来的那些，剩下的都是这个价，随便挑。马哥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立马带着楚凡穿过店铺，进入后面的2号库。就是这些，有大有小的，随便挑。哥和你说啊，不过这些小料的质量也都差不了太多，除非是撞大运，要不然出绿的机会少，就直接挑就可以了。好的，马哥。楚凡开始挨个触摸石料，随着触摸，他突然感觉到某些石料传来一种舒适感，石头上隐约浮现出淡绿色的光芒。是灵气，玉石里的灵气和我的灵气产生感应了。楚凡嘴角勾起一抹神秘的微笑，开始将感应到的几块石料挑选出来，放在一边，然后他运行灵气到双眼，看向堆满石头的仓库，其中楚凡挑出的几块石头气韵尤为浓郁，其他石头则暗淡无光。马哥看到楚凡身旁摆放的10来块石头，吓了一跳。你怎么选了这么多？我和你说啊，这里面能够出绿的少，你玩个新鲜就可以了，别贪多，一下子买那么多。马哥，我就是看这些石头挺好看的，才全挑出来的。我一会儿还得从这里面选几块，剩下的都不要了。楚凡从那10来块石头里挑出2块气韵最浓郁的，又随意从旁边的普通石头堆里挑了2块，凑足4块，剩下的他准备放回原处。马哥，我看这几块石头长得都挺有个性的，你要不要买一块？我看这块石头也挺特别的，我就拿这块吧。楚凡眼中，马哥拿的这块石头也漂浮着一股不错的气韵。马哥的运气真不错，这块是除了我那2块气运最强的了。马哥带着楚凡回到店铺，老板正坐在柜台后面。怎么选好了？选好了，小楚选了4块，我选了1块。行，他的600，你的150。老板，一起付。这个可不能一起付，要不然一旦解出来玉石，就说不清了。啊，原来如此。行了，你们2个人是在这里解吗？在这里解。你们家老陆不是刚刚出门吗？谁来？
当然是我给你们结了。行了，我的手艺你还信不过吗？肯定不会出问题的。你们谁先来解哪块？我来吧，就解这块了。老板接过石头，放到解石机上，随着机器启动，刺耳的切割声响起。闻声赶来的围观群众瞬间把店铺门口围得水泄不通，伸长了脖子看热闹。出绿了，出绿了！楚凡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马哥则震惊地张大了嘴巴，眼中写满了不可置信。我听见有人说出绿了，我看看，让开，让我看看。出绿了？真的假的？什么成色的？一个中年男人看了楚凡一眼，提高声音对着楚凡喊道：“这块石料我出100万买了。”老王的话音刚落，旁边立刻有人替楚凡打抱不平。你是看人家孩子年龄小，在这儿欺负人的吧？从开出来的这个水头看，这可是一块冰中的料子，你就给100万，老王，你也太不实诚了吧？要是这块石料全部都解出来，那当然值钱了。但这不才开了一个天窗吗？谁也无法保证里面没有裂纹和脏啊！我100万也是有风险的，我这是帮小兄弟分担风险。他买这块石头才多少钱？100万也算是赚了。旁边的人也开始起哄，劝楚凡卖掉。小兄弟，他说的也有道理，要不你现在就卖给我们，也减少一下风险。我出200万，小兄弟，直接卖给我怎么样？我出300万，350万，355万。叫价声此起彼伏，气氛瞬间炒热起来。小楚，你怎么想的？要不然你就卖给他们，这可是300多万啊！要是一会儿真的切垮了的话，这块玉料可能连1万都不值的。不了，这是我买的第一块石头，我还是想要把它全部切开。你可想好了，这要是切垮了，可就一下子赔了300多万了。你应该这么想，这块原料是我花了150买的，就算是真的切垮了，我也赚了9000多。老板听到楚凡的话，彻底服气了，再次竖起大拇指。那我就把这块石头全解出来了。全部解出来。将近1个小时过去，老板终于将这块玉石彻底解开，一块晶莹剔透、绿意盎然的巨大玉料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围观群众的脸上瞬间震惊。老陆，快去买鞭炮，买最大最响的，快去！店铺门口，鞭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我出1000万，这块玉料我们老东想出1000万，我们曼瑞出1500万，2000万，我们出2000万，金凤凰3000万。周围人群一片哗然。3100万，3150万。楚凡就那样冷静地站在旁边，看着他们为了这块玉料你来我往地加价。3800万。万瑞代表犹豫再三，最终无奈放弃。小兄弟，3800万卖吗？卖了吧。小兄弟，你把你的账户给我，我马上把这钱转给你。楚凡报出账户号码，金凤凰代表迅速操作手机，片刻后，楚凡手机收到到账短信，钱到账了。金凤凰代表小心翼翼地接过玉料，立即放入早已准备好的精致盒子中。4名黑衣保镖护送着他，迅速离开了店铺。围观人群渐渐散去，老板看着楚凡，小兄弟，剩下的那几块今天也解吗？老板的话音刚落，本来准备散去的围观群众又停了下来，眼神齐刷刷地看向楚凡。楚凡随意指了一块，老板解开，里面空空如也。楚凡又指了一块，再次切垮。哎，果然是运气啊，不可能一直有。之前的快3000多万，现在连续切垮2块，这落差一般人受不了吧？马哥看到楚凡面无表情，以为他心情不好，急忙把自己的原石拿出来。接下来切我的吧，看看我的这个怎么样。老板接过马哥的石头，放到切割机上，很快切下一角。出绿了，这块原石也出绿了，这家店铺什么运气啊！我一会儿也买一块试试看。马哥看到自己的石头出绿，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哈哈，没想到我也有这运气。恭喜马哥，这种东西还真的是看运气啊！明明我觉得那块是最没有希望的，才第一个解它的，没有想到到了最后竟然是他出了绿。对呀，这种东西还是看运气的。楚凡直接将自己身边最后一块原石放上解石机，老板熟练的操作，解开后玉料呈现在众人面前。这块玉料虽然成色不如第一块惊艳，最重要的是体积非常大。楚凡将这块玉石以1200万的价格卖出，正好赚了5000万。他给老板发了8万8的红包。好嘞，小兄弟，沾沾你的喜气。人群散去，马哥看了一眼楚凡，还要再看看吗？马哥，我听说明天平州公盘里面的展厅要开放了，我今天就不回市里了，准备在这边住下，明天直接过去看看。那行，一会儿我带你到这附近的酒店里面去。最近来平州公盘的人比较多，你不一定能够找到住的地方。楚凡点头表示感谢。就在此时，一个红着眼眶的小姑娘突然急匆匆地跑过来。司机师傅，我对象现在肚子疼得受不了了，附近还没有往回返的车，可不可以麻烦你提前一点回去，送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啊？小楚，你看这个情况，我得先送他们去医院。你放心，
我一会儿就给我朋友打电话，让他们帮忙留一间屋子，你直接到平城酒店提我的名字就行。你先送他们回去不要紧，车上的其他人怎么办？我再叫一辆车回来，帮忙把他们拉回去。不用了，我们都是一起过来的，现在都已经到齐了，就等司机师傅你回去开车了。总觉得不太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有问题。马哥和小姑娘匆匆离开，楚凡没有理会身后窃窃私语的人群，悠闲地逛着赌石街。天色暗下来后，楚凡拖着行李箱，按照马哥给的路线，慢慢走向平城酒店。小子，听说你今天在这里没少赚嘛？哥几个手头有点儿紧，要不你就记一下我们，你看怎么样？黄毛混混带着7个小弟从阴影中走出，拦住楚凡。你们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啊？听听听听，这还问我们什么意思呢？我们没有钱花了，你借我们几个呗，等我们什么时候心情好了，我们再还给你。你们知道你们现在的做法是不对的吗？混混们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哈哈哈，天真，太天真了。看来是知道了，明知道自己做的不对，还继续这样做，你们还真的是无法无天啊！就算是我们无法无天了，你又能够拿我们怎么样呢？你该不会指望着老马吧？我告诉你，他最滑头了，是绝对不可能为你出头的，你就死了这条心。乖乖的把钱交出来，我们还能让你少吃一点苦头。你要是不配合的话，结果怎么样，我们可就不能保证了。不用了，正好我也看看你们能够把我怎么样。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兄弟们，教他规矩。黄毛一声令下，几个混混猛地冲向楚凡，楚凡一个闪现到混混旁边，几秒钟内拳脚并用，其他混混也一个接一个倒地，有的被扫腿绊倒，有的被一拳呼脸，有的被巧劲推倒，7倒8歪，哀声遍地。大案，我的胳膊断了，他断了。你可闭嘴吧，就是脱臼了，我可没把你的胳膊折断。一个混混从背后偷袭，楚凡一个漂亮的过肩摔，那混混像麻袋一样飞出去，重重砸地。楚凡拍拍身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整理了下衣服，气定神闲。8个混混则像死狗一样躺在地上，哼哼唧唧，警笛声由远及近，几名叔叔冲进小巷。住手！有关部门，刚刚是谁打电话说这里有人恐吓的？叔叔你好，刚刚是我打的电话。你是不知道，刚刚他们出现的时候表现得多么的凶狠，还说要我好看呢。多亏了几位同志来得及时，要不然还不知道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呢。众人看着地上哭爹喊娘的混混，再看看楚凡，嘴角不受控制地抽搐了几下。严重后果，我看他们才是遭遇了严重后果吧。众人们无奈地对视一眼，把地上的混混们全部拉上警车。第二天一早，楚凡来到公盘展厅门口，他刚想进去，就被工作人员拦下。先生，您没有会员证，是不可以进去的。哦，那我想要办理会员证，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先生，请跟我到这里边来办理。工作人员将楚凡带到一个小房间，检查证件。是这样的，先生，想要成为会员，需要2名会员担保，或者是交纳10万元的保证金。我交纳保证金好了。楚凡拿出卡，毫不拖沓。工作人员惊讶了一下，随即快速办理。几分钟后，楚凡拿着一张新鲜出炉的会员证，帅气的刷卡走进公盘展厅。展厅内部宽敞明亮，人头攒动。楚凡一进门就看到门口贴着一张巨大的告示牌，上面写着公盘的规则。这2天可以操作的东西挺多的，别的不用说，今天得先把明天和后天竞标的钱给赚出来。公盘展厅内，有的把价值1000万的玉石原石踩在脚下，有的在解释后一脸绝望。楚凡运起人气，只见整个展厅在他眼中瞬间变成五光十色的海洋。终于，他来到了一处摊位，在摊位角落，一块散发着强烈灵气的巨大毛料旁边，楚凡拿出强光手电筒，也蹲了下来。小兄弟，你也是过来看这块毛料的？我看这块毛料露出来的这些玉肉水色非常不错，怎么大家都是一副不看好的样子？小兄弟，你是第一次来平州公盘吧？大哥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其实这块原石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就看好了。你看着这原石外面的这层石壳，一看就是莫西沙出的。这个敞口一般愿意出冰种和玻璃种的玉石。确实，从气运来看，这块原石能出玻璃种，而且体积不小。结果发现这里出现了一大片的表皮绿，而且你看这里有一条裂纹，虽然看起来并不大，却非常的深。这样的裂根本就做不了大件的首饰。原来如此，怪不得灵气浓郁，却无人问津。老师，我要是想买这块原料的话，是直接从他这里购买就行吗？你直接和他交易就可以了。我知道你想要拼一下，但是这块石料切长得可能实在是太小了，你花500万买它不值。前辈，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我还是想要试一试。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也不劝你了，你直接找摊主就可以了。大哥，我想要买这块原石，500万。行，我直接把钱打到你卡里面行吗？行，我把卡号给你。楚凡转账，摊主激动地看着手机。楚凡低头拿起那块原石，轻轻掂量。要不是这些裂，这块石料价值上亿都可能。这不是我们楚大少吗？我说这段时间怎么没有在北市看见你？
原来是跑到云省来打工来了。张远志看到楚凡哆嗦了一下。楚大少这就没有把我们当兄弟了不是？认识这么多年了，楚大少要是需要工作，直接找我啊。我们家公司外面还缺一个保安。楚凡看向张远志，张远志吓得一个哆嗦，恨不得躲到他哥身后去。完了，他怎么又来了？你们张家是专业反派吗？怎么我走到哪里都能遇到你们？你们还总喜欢到我面前来刷存在感？难道不是楚大少总是喜欢到我们面前找存在感吗？这里是平州公盘，这里面随便拿出一块石头都是几十上百万的，你这种破落户可买不起。我不清楚你怎么进来的，你还是乖乖的跟在领你进来的人身边。就算是楚大少的脸蛋俊俏，要是不把人陪好了，人家也不会为你花钱的。看来你对这些了解之深刻，我甘拜下风，佩服佩服。楚凡也不浪费时间，拿着原石就想走。慢着，我看你手中的原料不错，多少钱？我买了。不卖。我出300万。楚大少，你应该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了吧？楚凡根本没理会张天志，拿着石头继续往前走。500万，这块石头我出500万。楚凡，做人可不能太贪心，要不然什么都得不到。我不卖。行了，你别缠着我了，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给你的。楚凡，你这是敬酒不吃罚酒。怎么，你还想要在平州公盘里面挑事儿吗？你问问你弟弟，上次他挑衅我的下场是什么？我想你可能就不会在我面前上蹿下跳了。楚凡不再理会两人，转身大步离开。这边的优质原石不多，耽搁时间长了，好东西就被其他人买走了。张天志什么的，有钱重要吗？必须是没有。楚凡很快来到另一个摊位，有一块看起来外貌不错，但灵气波动不算特别强的原石。也不能每块都看涨，那不是告诉别人自己有问题吗？为了保住秘密，买几块可能会亏的，还是很有必要。楚凡刚刚蹲下，张天志就带着小弟们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也在这个摊位旁边停下，但他没有看原石，只是时不时的斜眼看楚凡。楚凡假装没看见张天志，看向老板。老板，这块原石怎么卖？670万。600万我就留着了。700万我要了，收钱吧。楚凡，老板，张天志三人目光交汇，摊主的脸上露出惊喜，但这儿的规矩是谁先出价，只能先跟谁谈价格。600万太低了，少了670万，我是不卖的。那我出670万好了。摊主和张天志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怎么还和我杠上了？你有这个资本吗？山鸡就是山鸡，别以为插了2根羽毛自己就是凤凰了。750万。老板听到这个价格，眼睛都亮了，但还是挤出一丝为难。他先是和张天志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个眼神带着默契和贪婪。小兄弟，实在是不好意思，我这边有点急事，我先不卖了。老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收拾好摊位，让旁边摊主帮忙看管，然后一溜烟跑了。看见没？只要我想，你就什么都不是。你是用括约肌说话吗？为什么说出来的话这样臭不可闻？又不是只有他一家卖原石的，你花那么多的价钱，为了和我置气赔钱买这块原石，你就不怕回去之后你们董事会的人弹劾你？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你在公司里面的地位还不太稳定吧？张天志既然已经盯上我了，绝不会让我好过，那就陪他玩玩好了。楚凡边走边看，故意绕过那些气韵浓郁的原石，专门挑选那些外观出众，实则灵气稀薄的原石。楚凡指着一块外表光鲜的原石，问老板：“老板，这个怎么卖？”800万。老板，我也想要这块，要不你800万卖给我吧？既然2位同时看中了我这块原石，那么按照我们这边的规矩，就直接竞价好了。850万。851万。900万。901万。950万。951万。既然你想要，那就让给你好了。花大价钱买了这么一块石头，我看你能不能和董事会的人交代。楚凡生气地转身离开。张天志看着楚凡气急败坏的背影，终于露出了畅快的、无比舒服的笑容。楚凡用同样的方法，接连坑了张天志几次。张天志每次都肉疼地买下高价原石，而楚凡则云淡风轻。几次胜利后，张天志对楚凡的恨意似乎也没那么深。在采购员的劝说下，他终于跟着离开了。张家人走后，楚凡才真正开始寻找那些他看好的原石。他专挑别人不看好的廉价原石，以免过于引人注目。楚凡买了6、7块原石，装满一个手推车就收手了。昨天楚凡买石料的店铺老板走过来，看到楚凡推车里的原石，笑着打招呼：“楚凡，你今天也到展厅里面来逛一逛，过来看看也好。这里面确实有不少的好石料，买了这么多的石料，你要解石吗？”“肯定要解。”“对了，你知道解石的地方在哪儿吗？我带你过去。”老板一边走一边开始热心地给楚凡介绍公盘的解释规矩和注意事项。看到坐在2号台旁边休息的那个人了吗？这些解石师傅里面，他的水平最高，你可以直接过去找他。哥，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带我过来，我还真的不清楚这些事情。楚凡推着车来到2号台，对着正在打瞌睡的段师傅说道：“哥，我想要把这几块原石切一下，麻烦你了。”小伙子眼力价不错嘛，知道过来找我给你解释。你放心，你段哥肯定给你切得明明白白的，不会浪费你的玉肉的。
段师傅指着推车，行啊，小伙子，你这是专门过来捡漏的吧？看看你买的这些原石，这都是有各种问题的，要不就大垮，要不就大涨。没想到你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竟然还是赌徒心理啊！楚凡没有反驳，只是从推车里拿出第一块原石递给段师傅。段师傅接过石头，熟练地放在解石机上。出狱了。段师傅立刻换了工具，开始沿着出绿的地方打磨石皮，最终解出的玉料只有2个拳头大，糯肿，形状规整。接着第2块石头切开，里面什么都没有。第3块石头解出玉料，段师傅拿着一块只有成年男人拳头大小的原石，看向楚凡。最后一块还解吗？这块原石不要切了，慢慢的把皮子磨掉就好。好嘞，小伙子。段师傅换了磨盘，小心翼翼地开始打磨。出雾了，春带彩的雾，看样子这里面的玉料水头不错啊。水冲洗着露出的玉料，段师傅的笑容越来越大。当他看清这部分玉料之后，段师傅的笑容猛地凝固，声音也戛然而止。他呆住了。解释台下聚集着不少珠宝公司的采购员。段师傅，你让我们看一下里面的玉料是什么样的。段师傅，里面出绿了吗？成色怎么样？段师傅，这是出了什么好的水色了？让你这么吃惊，你快让我们也看一看。段师傅听到众人的声音，这才回过神，抬头看了楚凡一眼。还要接着往下解释吗？解出来吧，我准备把这块玉料卖了。行，剩下的石皮我给你慢慢的磨下来。将近1个小时过去，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段师傅终于把玉料完整的从石皮中解了出来。台下的众人看着台上的玉料，他们被这块玉石的美丽所震撼。这是玻璃种帝王绿。天啊，这是帝王绿！我在珠宝行业里面工作了这么多年了，都多长时间没有见过这么纯正的玻璃种的帝王绿了？有生之年啊，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刚刚从原石里面解出来的帝王绿呢，这简直是太美了。小兄弟，这块玉料你卖不卖？卖。5000万，我们万瑞出5000万。6000万。8000万，我们出8000万。8500万。1亿，我们宝泰楼出1个亿。现场瞬间安静下来。楚凡抬眼扫了一眼报价的负责人，不卖。小兄弟，我想知道你是不想继续拍卖这块玉料了，还是就是不想把这块玉料卖给我们宝泰楼？刚刚我和张天志针锋相对的时候，我记得你就站在他身后不远处吧？是什么给了你们自信，让你觉得我会卖给你们？我就知道张天志那小子会坏事。1亿1000万，我们出1亿1000万。1亿1000万，成交！眼镜男脸上顿时露出惊喜万分的笑容，几乎要跳起来。剩下那些没有继续叫价的人，脸上则写满了悔恨，仿佛错过了1个亿。小兄弟，我看你身边还有2块原石没有切，你看这2块原石，你要不要切一下？如果出来的玉料质量可以的话，我直接就把它买下来。是啊，小兄弟再切2块吧，我们都等着呢。不好意思，现在不切。楚凡推着剩下的2块原石离开，刚刚走出保管室，就看到张天志一脸怒气冲冲地向他走来，脸黑如锅底。楚凡，你什么意思？你这是想要和我们张家交恶吗？你所说的交恶，是指我不卖给你们宝泰楼玉料吗？你不用和我说这些，你就是在针对我们张家。本来我还不想和你一般见识，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以后你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张天志话音未落，胖子急忙走了上来，对身后的2名保镖使了个眼色。2名保镖立刻上前，不顾张天志的挣扎和吼叫，强行将他拉走了。你们放开我！楚凡，你给我等着！楚少爷，真是不好意思，我们家2少这2天压力太大，说话不过脑子。你大人有大量，不要和他计较。楚凡看着胖子，微微点头，抬脚离开。刚刚出了展厅，楚凡就听到有人喊他：楚凡，你怎么过来了？刚刚我们家经理告诉我，在这边看见你的时候，我还不敢相信呢，没有想到你竟然真的在这里了。我本来是想要来云省看一下药材种植基地的，刚刚下飞机就被拉到这里来了。正好我对赌石有一点兴趣，今天就过来试一下。哈哈，刚刚我家经理告诉我你在这里的时候，我根本就不相信，还是他给我看了给你转账的账户之后，我才确定是你。对了，今天晚上我们2个人好好聚一聚，正好叙叙旧。改天吧，明天还要来看看拍卖。我明天也要过来的，那等我们回北市了，一起出去聚。对了，你明天要是看中了56号和72号的话，你得多留点心，这2块原石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你自己注意。谢了。第2天，楚凡早早来到展厅，在门口碰到了贺景运。楚凡，今天你要和我们一起去万瑞的包厢里面吗？行，一起吧。楚凡和贺景运并肩走进万瑞的豪华包厢。楚凡刚坐下，手机立刻弹出几条短信通知。怎么笑得这么开心？是昨天投标的结果出来了吗？我想要的几块原石基本上都中标了。那就先在这里恭喜你了，这2天平洲公盘里面可是已经传遍了。喂，看在我们20几年交情的份上，如果你中标的这几块原石当中再开出极品翡翠的话，先考虑一下我们万瑞怎么样？
这就要看你的诚意了。来，小贺子，给朕好好侍候着，这要让朕满意了，什么都好说。我可去你的吧！楚凡捂着头，表情夸张的嘤嘤嘤。楚凡，你不去看一看吗？我就不去看了。竞标的这些原石，价格那么贵，我买回去也没有什么用。下午4点，平洲公盘主办方隆重地将最后一块10号原石推了出来。一块巨大的椭圆形原石被推到台上，足有2米，它一半的外皮已经被磨去，露出了里面的玉肉。罗大师，你看这块原石怎么样？罗大师扶了扶眼镜，眼神中带着一丝深思和凝重。这块原石从现在来看确实非常不错，但是也正是因为它现在看起来可赌性实在太大了，我心里面才会有一些犹豫。如果这块原石是靠批率的话，我们万瑞的损失可就大了。罗大师，您看真的不能拍吗？怎么，你是在怀疑我的眼光和能力？罗大师，我们这次竞拍本来也不仅仅只是为了这块原石，还是为了这块标王带来的附加价值。如果你要是一意孤行，最后赔了钱的话，你自己去和董事会解释，我绝对会把今天的事情如实说出来的。我不懂这些了，但我兄弟懂啊。这次我想听听他的意见。您这位喜欢提携后辈的赌石师，应该不会反对吧？贺景运眼神带着请求的看向楚凡，楚凡微笑着对他点了点头。楚凡双眼开启神瞳，一道光束瞬间射向标王原石的原石上，立刻爆发出浓郁的、有些刺眼的气运光芒。楚凡，你觉得这块原石怎么样？有没有赌的价值？这块原石，我觉得就算是不看附加价值，单单是这块玉料就值最少2亿。行，那我就把它拿下来。你听他的，你有没有想过，要是最后赌垮了，他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他承担不起，我可以承担。罗大师，我尊重你，你就一次没有出现过失误吗？要是你出现了失误，也是你自己负责吗？好，我倒要看看这次到底是听谁的。罗大师拿出手机，他一边打电话，一边用眼角余光得意地瞥着贺景运。罗大师挂掉电话后，贺景运的手机立刻响了起来。贺景运接起电话，立马对面响起贺府的咆哮声。贺景运看到罗大师脸上幸灾乐祸的嘲讽，气急之下，贺景运要挂断电话，手机就被楚凡眼疾手快地抽走了。贺叔叔，我是楚凡，您能借我5000万吗？贺景运和罗大师同时震惊地看向楚凡。楚凡，你介意告诉叔叔，你借这么多钱，想要做些什么吗？我非常看好那块标王，如果叔叔您不要的话，我就想要自己留下来。楚凡，你要知道，赌石这种东西，10赌9输，我可以把钱借给你，但你需要偿还这个钱。贺叔叔您就放心吧，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块质量非常好的玉料，价值至少上亿。如果我这次还不起钱，我就把那块玉料抵给您。爸，是真的。那行，叔叔也不占你便宜，我给你打1个亿，但是你要和景运签一张合约。贺叔叔，您愿意借钱给我，我就已经非常感激了，谢谢您。楚凡挂断电话，手机立刻传来到账1亿元的提示音，他迅速拿出纸笔，和贺景运写下一张欠条。楚凡，你玩真的啊？这可是1个亿，你不能意气用事啊，要不然我卡里还有几千万，先借给你，你这欠条就别写了吧。没事儿，相信我。竞拍大厅，拍卖师激动地介绍着标王原石。标王原石底价5000万。竞价一开始并不激烈，数字缓慢跳动。当价格叫到8300万时，只剩下寥寥数人还在竞价。1个亿，整个会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竞拍者面面相觑，最终都放下手。1个亿1次，1个亿2次，1个亿3次，1个亿成交。恭喜这位先生。对了，你这块玉料一会儿要怎么运回去？谁说我要运回去了？我现在可还是欠着贺叔叔1个亿呢，我当然要有名的珠宝公司都在场的时候，把这块玉料卖出去。苟富贵，勿相忘啊，兄弟！要是这块原石真的解出了优质玉料，先考虑我啊，兄弟！赌石这种活动不仅仅是看运气，还要看个人的实力的。我奉劝有些人别太把自己当一回事，要不然总有吃亏的时候。此时，平洲公盘的主办方周董事热情地走上前，拉着楚凡的手。这就是我们这次标王的获得者吧？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啊！这块玉料的尺寸确实不小，不知道小楚你要怎么运回去？周董事，我想借用一下我们平洲公盘的地方，把这块标王解开，可以吗？当然可以了。你有没有相熟的解石师傅？要是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你提供。让我们公盘的段师傅帮我切一下吧。昨天就是他帮我切掌的，我觉得段师傅的手艺非常不错，我信得过他。周董事立刻让工作人员去把段师傅叫了过来。段师傅听到后，一脸激动地跑了过来，手中还拿着他的解释工具。楚凡、贺景运和周董事正围着巨大的标王原石，张天志带着几个人大步走近，脸上挂着不怀好意的笑容。听说这次的标王让你拍下来了，楚凡，你的胆子还是这么大，真是让我佩服啊！哼，谢谢你的夸奖。想要赚钱，可不就得敢想敢拼？要是一直像你这样胆小的话，可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
贺景运，听说你这次没有买到什么好的玉料啊？没关系，你要是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卖给你啊。我这次可是买了不少的好东西呢。我们万瑞的玉料是国内珠宝公司里最好的，你还是管好你自己就可以了。我们万瑞的事情不需要你插手。那好吧，那我也就只能够祝你好运了。段师傅小跑着来到了雕王原石前，他看到比自己还高大的原石，眼睛里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这个要怎么切？这方面我并不是太有经验，但是我感觉这块玉料里面应该全是玉肉。段师傅，我相信你的手艺，你看着切就可以了。你放心，我肯定给你切好了。段师傅拿起工具，动作麻利地开始打磨原石剩余的饰皮。不一会儿，整块巨大的原石外皮被磨得干干净净，一整块完整的玉料赫然出现在众人面前。它巨大的令人感到震撼，仿佛一座巍峨的玉山。楚大师，听说你想要把这块玉料卖出去，我们金凤凰有意向想要买，你看我们是不是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的谈一下？楚大师，你别听他的，我们公司也有想要收购的意向，好商量。您放心，肯定不会让您吃亏的。贺景运见状，顿时急了，他刚想说话，楚凡却已将视线转向他。贺景运，你们家要不要买这块玉料？你们家要是买的话，我可以优先供应你们；要是你们家不买的话，我可就要拍卖了啊！我们买。那行，那你看你们万瑞能够出多少？楚凡，是这样的，这块玉料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万瑞一家可能吃不下这么多。你看，我给我爸打个电话，问一下行吗？当然，要是流动资金不够的话，贺叔叔刚刚借我的那1个亿可以直接抵了。贺景云立刻走到一边去打电话，其他公司代表则趁机围住楚凡。楚大师，刚刚和经理说的有道理，这么大一块玉料，他们万瑞根本吃不下来。你看，要不分我们一些，我们都不挑的。不一会儿，贺景运气冲冲地打完电话回来，脸色很难看。这是怎么了？叔叔不要，你们不要也没有关系，不用顾虑我能卖出去。听到楚凡的话，贺景运脸上的愧疚更深了。没有，这些东西我们万瑞吃不下，我们现在能够拿出来的流动资金大概能够买下3/4。那行，那就卖给你们3/4。楚凡直接让段师傅将这块玉料切了3/4。这些是你的，价格你看着给好了。你先卖剩下的那部分吧，一会儿我根据那块玉料的价格给你。行，段师傅辛苦搭把手。段师傅将那1/4的玉料抬了上来，拍卖师立刻开始竞价，竞价声此起彼伏。张天志所在的宝泰楼也竞价了几次，但楚凡直接无视。张天志他气得脸色发青，一甩手，和身后的员工们灰溜溜地离开了展厅。罗大师在一旁，脸色也难看至极。一家珠宝公司代表以13000万开赌，这家公司欢天喜地地抬着玉料离开。其他公司见楚凡不会再卖，也有些遗憾地散去。贺景运上前紧紧抱住楚凡。兄弟，这次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和我还客气什么？再说了，要不是贺叔叔答应借我那么多钱，我还买不下来这块原石呢。也幸亏是你买的，要不然我们万瑞也得不到它。这几块我一共给你算4个亿怎么样？但目前也只能先给你2个亿，剩下的那些我们得去筹一下。这样吧，扣除贺叔叔借我那1个亿，你们要是想把这些玉料做成首饰的话，给我留一套玻璃种的，然后你再给我转2个亿就可以了。贺景运听到楚凡的话，眼睛一亮，露出感激又惊喜的笑容。第二天一大早，房门被敲响，楚凡顶着一头凌乱的头发，推开门，贺景运出现在门口。这是怎么了？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还不是那个跟我们一起过来的罗师傅，也不知道他是抽什么风，昨天晚上竟然同意和宝泰楼的人进行对赌。贺景运跟着楚凡走进房间，在沙发上坐下。对赌？那是什么？就是2方各从自己的全赌毛料里挑几块，当众解石，谁解出来的玉料价值高，谁就赢。赢家可以把双方拿出来赌的玉料全拿走。就是1块玉料，应该还好吧？你们不是有一块皮相特别好，能开出优质玉料的吗？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罗老头竟然直接就跟人家赌3块，我上哪去给他弄这么多值钱的玉料？要不是他已经在我们万瑞工作了20几年了，我真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宝泰楼派到我们万瑞的奸细。那你现在想怎么办？什么时候开始赌？我本来还想着从公司的仓库里面找2块原石过来，看看能不能凑够3块品相好一点的原石，但是罗师傅和他们约定的时间实在是太紧了，今天下午就要开始进行对赌。既然这样，不如找几个皮相一般的原石，输了也不心疼。如果这次我们万瑞拿出来的原石品质太差的话，以后我们万瑞在高端翡翠市场就没有办法占太多的份额。行了，你这次过来肯定不是找我发牢骚的，有什么事就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肯定不会推辞。我是想，楚凡兄弟你赌石那么神，能不能帮我们挑几块原石？我和你去看看吧，说不定宝泰楼选出来的那些原石品相更差呢。对赌现场人头攒动，锣鼓喧天，楚凡和贺景运挤进人群。楚凡双眼突然金光一闪，瞳孔猛地一缩。
看来这次的对赌协议并不是什么意外，这是一场针对万瑞的阴谋。我和贺家人相处的不错，这件事既然让我知道，我楚凡绝不可能袖手旁观。楚凡，你再看看我们这些原石，能赢过宝泰楼的吗？你别想了，在我看来，你们万瑞这3块原石加起来的预料价值，还不如人家1块值钱。贺景运的脸瞬间变得苍白，他身形不稳，险些摔倒。其实我那里倒是有几块成色不错的原石。不用了，这是我们万瑞的事情，不能把你牵扯进来。要是输了，我们根本赔不起你。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让我遇到了，我总不能让你就这么吃亏。这样，你给贺叔叔打电话，把事情说清楚。这次对赌算我一个，我用我的那些原石和他们对赌，赢了3块翡翠归我，输了与万瑞无关，我一人承担。不行，我一会儿和我爸打电话，我们再想想办法。行了，当初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怎么帮助我的，我都还记得呢。当初贺叔叔是怎么帮助我爸的，我也没有忘记。楚哥，谢谢你，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行了，大老爷们的，少在这里煽情，你先给贺叔打电话，我去把我寄存的原石带过来。楚凡提着一个沉重的箱子，稳步走向对赌擂台。贺景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不相信我吗？我把原石都挑好了，你现在告诉我用别的，你是不是耍我玩呢？这要是输了，你能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没错，我就是不相信你，之后的事情和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对赌擂台入口处，楚凡潇洒地走来，段师傅怀里抱着3块形态各异的原石。楚凡，你过来了，你说的情况我爸已经知道了，他说了，之后的事情就全部都交给你了。这次非常感谢你，等你回北市了，他在登门对你表示感谢。不是我说，贺叔叔也太郑重了吧？你放心，我把我最好的几块原石都拿过来，这次肯定不会让你输的。楚凡，怎么哪里都有你啊？这是我们宝泰楼和万瑞之间的对赌，和你有什么关系？你过来干什么？和你有关系吗？你们只要知道我拿过来这些原石，代表的就是万瑞的就可以了。行了，赶紧解释吧，我这一天了还没有吃饭呢。胖子走到楚凡面前，眼神扫过楚凡身后的原石。行，那就开始吧。相信楚大师知道我们对赌的规矩，输了的一方，所有的预料都归对方所有。楚大师，不知道你是想要从哪一方开始解释？正好这里解释的机器也够用，我们2方就一起开始好了。胖子从竹筐里挑出一块正方形原石，交给宝泰楼的解释师傅。楚凡同样从自己的筐里拿出一块原石，交给身后的段师傅。宝泰楼的解释师傅率先操作，机具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刀片划过，一抹紫色光芒瞬间闪现，观众席爆发惊呼：出绿了！不对，这是紫色的。段师傅这边，一块晶莹剔透的冰种翡翠呈现在眼前，里面点缀着雪花状的白色结晶，在灯光下闪亮，美轮美奂。几位特邀裁判走上前来，小心翼翼地捧起2块翡翠，轮番观察比对，脸上露出赞叹之色。裁判们讨论后，其中一位老专家郑重地宣布结果：经过仔细比对，宝泰楼的紫眼睛估价要比楚凡先生的冰种雪花翡翠高出大约1000万。我挑的第2块石头和宝泰楼挑出来的这块石头价值应该是差不了太多的。宝泰楼的解释师傅再次率先有动作，刀片划过，一道绿色光芒如同激光般射出，刺眼夺目。我的天，宝泰楼这是从哪儿弄到了这么多极品原石？这是玻璃中的极品帝王绿，这绿色比之前楚凡解出来的那一块还要纯正了。难道现在玻璃中烂大街了吗？收的我都想去切2块石头了，万一发了呢？做梦呢你！看看宝泰楼那位翡翠王关门弟子，再看看楚大师，神龙见首不见尾，这是神仙打架，凡人就别掺和了。宝泰楼的大翡翠一出，几位白胡子老专家立刻像饿狼扑食一样围了上去，脸上带着痴汉般的表情，又是摸又是擦，谁也不让谁。段师傅将解好的预料从机器上拿下，用清水冲洗，但台下的观众和专家们大部分都还在围观宝泰楼的翡翠，几乎没人注意这边。直到段师傅完成了全部工作，将那块玉料彻底展现在众人面前时，我的天啊，那是福禄寿！大家快看，是玻璃中的福禄寿！啊！所有人的视线全部汇聚在段师傅手中的那块玉料上，太美了，这辈子值了！让我摸一下，我死也瞑目了。专家们疯了一样冲向楚凡这边。经过专家们的鉴定，楚凡凭借神仙玉料福禄寿强势追分。第3轮解释开始后，楚凡的眼睛扫过全场，最终锁定在2个人身上。宝泰楼的胖子对着评委席中的一个专家做了一个极其隐蔽的抹脖子手势，然后迅速变成一个往下压的手势。那个专家则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几位专家正要上前估价。这位先生，您好。你好，有事吗？接下来的估价环节，我希望你不要参加。全场瞬间安静，空气凝固。你给我个理由，否则我让你和万瑞在整个珠宝圈混不下去。理由？刚刚我看到你和宝泰楼的负责人交换眼神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我眼花了。但这几块料子价值连城，我小心一点，大家也能理解吧？毕竟被人为操作了。
那我可不服。你血口喷人！老刘，楚先生说的没错，事关重大，还是避嫌吧。这块玻璃种成色极佳，可惜中间有2块红翡，算是瑕疵，影响了整体价值。这块福禄寿水色虽然差了点，但胜在寓意好，体积巨大，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专家们围在一起，激烈的讨论，进行着复杂的计算。看来大家都已经有结果了，那么就让我来宣布吧。这次的对赌非常的精彩，在我们探讨之后，在这次的对赌判宝泰楼胜利。张天志洋洋得意地走到了楚凡的面前。楚凡，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只要我想，我就可以让你什么都没有。这几天赌石捡漏了几次，就觉得自己天下第一了。怎么样，还不是败在了我们宝泰楼的手下？楚凡无视眼前的张天志，追上要离开的鉴定专家。您请留步，麻烦您和几位估价师再看一下我的这块玉料。哈哈，难道你还觉得你能够翻身不成？别说再看一眼，就是再看多少眼，你的这块玉料也没有我们的值钱。我劝你还是不要垂死挣扎了，既然输了，就大气一点，直接把玉料给我们。楚凡走到了自己的玉料跟前，把第3块玉料直接抱了起来，把被压在底下的那一面露了出来。张天志，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这里面是什么？那些正要离开的专家们和看客们，听到楚凡的声音后，纷纷回头。在看到了翡翠露出来的那一面的时候，他们控制不住地发出了一声声的惊呼声。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会出现这样图案？这种玉料怎么可能会出现？几名专家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羞愧的表情。我重新宣布一下结果，这次的对赌是万瑞赢了。这块翡翠简直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恩赐，这是无价之宝。贺景运让人把这些翡翠收了起来。宝泰楼的胖子急忙上前几步，来到了楚凡的跟前。楚大师，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我想要和您单独说几句话。不好意思，我们还有急事，要赶回北市，没有时间和你单独相处。楚大师在赌石方面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出众。楚大师，这次被我们拿过来的几块玉料，对我们宝泰楼来说，确实是非常的重要。您看这样行吗？我们出钱把这几块翡翠买回来。你是不是忘了刚刚张天志是怎么说我的？我还是那句话，我和你们宝泰楼没有什么交情，甚至我看你们还有一些不顺眼。这种事情你不用再提了，我是不会答应的。楚大师，我不求你把所有的翡翠都卖给我，你卖给我1块也行，随便哪1块都行，我们只要1块就可以了。你放心，我们宝泰楼是绝对不会让您吃亏的。无论您卖给我们哪1块，我们都出市场2倍的价格来买。不卖，多少都不卖。楚凡就跟着贺景运往外走，在经过张天志的身边的时候，楚凡停了下来。你看，别管你在我的面前叫嚣得多么厉害，只要我想，我随时可以把你打回原形。我不愿意和你计较，是因为你在我的面前永远只配当失败者。张天志看向楚凡的背影的时候，眼睛里面甚至带着一些畏惧。出了展厅，一辆豪华的劳斯莱斯停在展厅门口。楚凡，今天你参与对赌的事情已经传出去了，消息灵通的人都知道你手里面最少有6块极品翡翠，你自己在这边不太安全，而且你单独回去的话，这些翡翠也不好往回拿。要不你这次和我们一起回去怎么样？本来是想要看一下药材基地，但是贺景运的话也确实是有道理。好，我跟你一起回去，拜托了。咱俩谁跟谁啊？就不要跟我客气了。两人上车后，汽车在夕阳中驶离平洲。